手机屏幕上显示着银行短信，余额287.50元。宁缺盯着这串数字看了整整3分钟，仿佛多看几眼就能多出几个零。他把手机翻过来扣在床上，又拿起来看了一眼，数字还是那个数字，刺眼的很。妈，再宽限1个月行不行？我这次真的要火了。电话那头传来一阵沉默，然后是他妈标志性的叹息声。这叹息宁缺太熟悉了，从小到大，只要他妈一叹气，准没好事。缺啊，你上个月也是这么说的，上个月也是这么说的。你妈我虽然没什么文化，但记性还是有的。你上个月说那个什么，如何在10天内赚到半年房租的视频，现在播放量多少了？327次播放。327次。缺啊，你妈，我在广场舞群里发个跳舞视频都不止这个数。妈，你要相信你儿子，我可是要做千万博主的男人。等我火了，我给你买大房子，买金链子，买。缺啊，你先把你欠我的3000块钱还了吧。你爸这2天老念叨，说咱家儿子在大城市混得咋样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他。宁缺张了张嘴，想说点什么，但喉咙像被堵住了一样。3000块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就是半个月工资，对他来说却像一座山。妈，你再给我1个月，我保证。行了，我挂了。你爸喊我做饭呢。缺啊，实在不行就回来吧，家里不缺你一双筷子。电话挂断了，宁缺盯着手机屏幕，感觉整个人生都在这一刻暗淡了。他翻了个身，看着天花板上那道裂缝，从床头一直延伸到吊灯那里，像一道伤疤。3000块，我连300块都拿不出来。话音刚落，房门被人从外面砸得震天响。宁缺吓得从床上弹起来，手机掉在地上，屏幕又裂了一道。宁缺，开门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别装死。完了！他蹑手蹑脚趴到门缝边，透过缝隙看到房东那张愤怒的脸。王叔今天没戴他那顶标志性的草帽，头发乱糟糟的，眼睛瞪得像铜铃。王叔，您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解释？3个月房租了，今天不给钱，我连人带东西全扔出去。我告诉你，外面等着租房的人多的是。王叔，再宽限3天，我那个新视频如何在3天内赚到3个月房租，肯定能火。我连夜剪的，特效可炫酷了。你上个月不是说如何在10天内赚到半年房租吗？那个迭代了，升级版 2.0 版本，现在效率更高了。我不管你几点零，今晚之前要么给钱，要么滚蛋。我在这儿等你到6点，6点之后别怪我不讲情面。脚步声渐渐远去，带着愤怒的沉重。宁缺瘫坐在地上，后背靠着门，冰凉的门板让他清醒了一点。他环顾这个10平米的隔断间，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一个行李箱，就是他的全部家当。老天爷啊，你就这么对我吗？我宁缺虽然穷，但是好吧，我就是又穷又没本事。就在这时，手机突然震动了，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在裂了的屏幕上闪烁。城西老小区单间出租，月租200，现单身男性，胆子大的优先。钱先生。宁缺揉揉眼睛，以为自己饿出了幻觉。200块，在这个城市，他狠狠掐了自己大腿一把，疼得龇牙咧嘴。啊，疼，不是梦。等等，胆子大的优先是什么意思？宁缺的脑海里冒出2个小人，别去，肯定有坑。200块的房子能住人，不是凶宅就是闹鬼。你看这短信写的就不对劲，胆子大的优先，正常人谁写这个？去啊，反正你也没钱买棺材了，死也要死的便宜点。再说了，万一是真的呢？万一就是个好心的大爷，想便宜租给年轻人呢？小天使说的对，你清醒一点，这明显有问题，有问题也比露宿街头强。王叔6点就来赶人了，我总不能睡天桥底下吧？于是宁缺收拾了他仅有的家当，一个破行李箱，背上他的拍摄设备，一台用了3年的手机和一个补光灯，踏上了前往城西的公交车。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一去不仅改变了他的命运，还让他遇见了来自过去不为自己。公交车晃晃悠悠开了1个小时，中间换了3趟车，宁缺终于在一个连导航都快要放弃的地方下了车。四周是破旧的厂房和零星的菜地，空气里飘着一股说不清的味道，像是烧秸秆混着霉味。这是给人住的吗？眼前是一栋6层老楼，墙体斑驳，爬满了不知名的藤蔓植物，有些窗户用木板封着，有些挂着花花绿绿的床单。阳台上晾着的衣服随风摆动，配上阴沉沉的天色，简直像是恐怖片现场。楼下的空地上，几个老人在下象棋。看到宁缺这个生面孔，齐刷刷抬起头打量他。200块，200块，200块。他正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，身后突然炸开一个粗犷的声音：宁缺，缺哥！宁缺吓得原地起跳，手机差点扔出去。转身一看，一个身高1.9米，肌肉发达的大块头站在他身后，穿着紧身背心，胸肌把背心撑得紧绷绷的。我靠，你谁啊？我是钱大彪，你可以叫我彪哥。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。走，看房。钱大彪一把搂住宁缺的肩膀，宁缺的脚直接离地了，整个人被夹在腋下，像拎小鸡仔似的。彪哥，我自己能走。没事，我带你飞，更快。楼道里一片漆黑，声控灯时亮时灭，发出滋滋的电流声。墙上贴满了小广告，开锁的，通下水道的，办证的，层层叠叠，有些已经发黄卷边。彪哥，这灯是声控的还是鬼控的？哈哈，缺哥你真幽默，就是线路有点老，你拍个手就行。我拍就不太灵，可能我手劲太大，把声控拍猛了。钱大彪用力拍手，灯没亮，楼上传来骂声：大半夜拍什么拍？有病啊！
让不让人睡觉了？那个，可能我拍的太温柔了。薛哥，你来。宁缺轻轻拍了一下，灯亮了，但光线昏暗，勉强能看清楼梯。墙上刷着绿色的墙裙，油漆剥落，露出下面发霉的水泥。当当当当，你的新家。房间大概15平米，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一个老式冰箱靠在墙角，发出嗡嗡的噪音。窗户是老式的木框窗，玻璃上有裂纹，用透明胶带贴着。窗帘是那种洗得发白的碎花布，边角已经磨破了。彪哥，这个冰箱送的，虽然老了点，但制冷效果杠杠的。你看这牌子，老字号，现在的冰箱都比不了。钱大彪拉开冰箱门，冷气扑面而来，带着一股说不清的霉味和金属味。你看多凉快，夏天都不用开空调，能省不少电费呢。那冬天呢？冬天可以当暖气用，你摸后面烫的，一物两用，多划算。怎么样，满意吗？我跟你说，这房子我本来不打算租这么便宜的，是我妈心善，说年轻人出来打拼不容易，让我便宜点租出去。彪哥，我问个问题，这房子为什么这么便宜？这地段虽然偏，但200块也太离谱了。钱大彪的表情僵了1秒，眼神飘忽了一下，然后恢复了憨厚的笑容。因为我妈心善，她看你一个人出来打拼不容易，特意便宜租给你的。我们家人就这样，热心肠。真的？彪悍的人生不需要撒谎。宁缺看着这个憨厚的肌肉男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但又说不上来。他走到窗前往外看，楼下是杂乱的院子，堆着一些破旧家具和废品，远处是一排厂房，烟囱早就不冒烟了，锈迹斑斑。彪哥，这附近有什么？有菜市场，有公交站，有小卖部，啥都有。楼下老吴的小卖部开了几十年了，你要啥直接找他。行吧，我租了。好嘞，押一付一，一共400块。给。钱大彪接过钱，数了数，揣进兜里，拍拍宁缺的肩膀。缺哥，好好住，有事找我，我住501。彪悍的人生，我们一起过。晚上10点，宁缺躺在硬邦邦的床上刷手机，床垫太薄了，能清楚感觉到底下的弹簧，翻个身都咯吱响。200块的房租肯定有猫腻，他心里明镜似的，但既然已经交了钱，只能硬着头皮住下来。不会闹鬼吧？他抬头看向墙角那个冰箱，他安静地立在那里，像个沉默的胖墩。冰箱是老式的，双开门，把手已经生锈，白色的漆面泛黄，有些地方漆皮翘起来，上面贴着一张褪色的福字，边角卷起。怕什么？我宁缺什么人？从小看恐怖片长大的，贞子我都见过，加椰子我都不怕，鬼来了我还能跟他合个影发抖音呢，说不定就火了。井号深夜探险，井号老房子真有鬼，井号播放量肯定蹭蹭往上涨。话音刚落，冰箱突然发出咚的一声，很轻，像是有什么东西从里面撞了一下，又是咚的一声，这次更响，连冰箱门都震了一下。大哥，你别吓我啊，我刚搬进来，咱们和平共处行不行？我这个人没什么优点，就是肉不好吃，而且欠了一屁股债，鬼见了我都得绕道走，怕我借钱。冰箱安静了，宁缺刚松口气，冰箱门吱呀一声自己开了，门缝里透出里面的灯光。卧槽！他抄起拖鞋对着冰箱，手在发抖，拖鞋都快拿不稳了。我警告你啊，我拖鞋可是开过光的，去年去庙里求的，虽然不是真的开过光，但我心里开光了，很灵的。冰箱里黑洞洞的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宁缺慢慢凑近，伸出一只手去关冰箱门，手指刚碰到门把手。你好啊！宁缺一屁股坐在地上，连滚带爬往门口跑。他拉开门，一头撞在什么硬邦邦的东西上，抬头一看，钱大彪正站在外面，手里端着一碗泡面，冒着热气。薛哥，咋了？我正准备叫你一起吃夜宵呢。我妈卤的牛肉，我加了2块在面里，香得很。里面有声音，他跟我说话了，说你好，我亲耳听见的。啥也没有啊，薛哥，你是不是太累了？我听说搞短视频的都熬夜，熬出幻觉了。钱大彪把头伸进冰箱里，左右看了看，还用手敲了敲内壁。薛哥，这冰箱除了制冷声还能有啥？你看多正常。可是我明明听到。老伙计，你是不是吓唬人家了？不听话我把你卖了换新的。冰箱沉默，嗡嗡声依旧。你看多乖，来吃泡面，我妈卤的牛肉可好吃了，你要不要加点辣？宁缺接过泡面，热气扑面，他确实饿了。就在这时，冰箱门又缓缓打开了一条缝，里面的灯光透出来，在地上投下一道光。怎么了？吃啊，一会儿坨了。没事，风吹的。屋里哪来的风？窗户关着呢。薛哥你真幽默，来吃面。宁缺看着这个憨厚的肌肉男，再看看那个半开的冰箱门，突然觉得自己可能真的遇到麻烦了。他低头吃了一口面，卤牛肉确实香，但此刻他什么味道都尝不出来。薛哥，你干短视频的，拍啥内容的？啊，什么都拍，最近想做探险类的。那正好，这楼可探险了，我从小住这儿，可多故事了。什么故事？比如3楼王奶奶养的猫丢了，找了1个月，后来发现死在楼顶了。还有2楼张叔，半夜起来上厕所，看到阳台上站个人，走近一看是衣服架子。哦，对了，还有5楼。行了，彪哥，我吃完了，想睡了。行，那你睡，有事喊我。彪哥罩着你。凌晨2点，宁缺盯着天花板，已经3个小时没睡着了。泡面早就消化了，饥饿感又回来了，但这不是重点。每次闭上眼睛，就感觉冰箱在看着他，那种被注视的感觉很强烈，像有一双眼睛藏在某个角落。不行，得转移注意力。他拿出手机，屏幕上显示凌晨2点17分，这个点直播的人不多，
看直播的更少，反正睡不着，不如直播一下，万一火了呢？夜探凶宅，多好的噱头，标题就叫200块的房子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他调整摄像头对着自己，背景是那个冰箱。为了效果，他还特意把房间灯关了，只留手机的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缺哥，今天给大家直播。失眠不对，是夜探新家，刚搬进一个200块的房子，据说有故事，带大家看看。屏幕上观看人数0，等了30秒。还是0，行吧，至少比负的好。可能大家都睡了，我等一会儿。他对着镜头尬聊了5分钟，讲自己怎么租到这个房子的，讲钱大彪多么彪悍。观看人数终于变成了1。哎，有一个人了，兄弟你好，感谢你的陪伴，缺哥给你表演个才艺啊，我也不会啥才艺，给你翻个跟头吧。就在这时，一条弹幕飘过：你身后的冰箱为什么开着？卧槽，冰箱门确实开了一条缝，但他记得刚才明明关上了，他直播前还特意检查过。关得严严实实的，兄弟，你别笑我啊，可能是门没关紧，老冰箱都这样。我没吓你，真的开着，我看见了，开了一条缝，里面有光。我去看看，兄弟们给我作证啊！要是我出事了，记得报警。他走到冰箱前，深吸一口气，猛地拉开冰箱门，冷气扑面，里面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冷藏室的灯亮着，没人啊！兄弟，你看错了吧？就一普通冰箱，空的。他回头看手机屏幕，弹幕突然疯狂滚动。你后面，快跑！妈呀，吓死我了！什么东西过去了？你们别闹！他感觉到身后有一股凉气，慢慢转过头，冰箱的冷冻层里隐约有一张纸在飘动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吹着。纸，他伸手把那张纸拿出来，是一页发黄的笔记本纸，边角已经卷起，纸质脆脆的，像是放了很多年。上面用娟秀的字迹写着几行字：我叫白露，如果你看到这个，请帮我告诉1998年的我，别信那个冰箱，他会复制人。还有，小心钱桂花，他不是你以为的那个人。字迹突然中断，最后几个字写得歪歪扭扭，像是手在发抖。1998年，那是25年前。白露是谁？钱桂花，那不是彪哥的妈妈吗？手机突然黑屏，房间里陷入黑暗，不是关机，是直接黑屏，像被人按了电源键。你看到了啊！他连滚带爬冲出房间，身后冰箱门砰的一声关上，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，惨白的光照在他脸上。他蹲在走廊里，浑身发抖，那张纸还紧紧攥在手里。幻觉，一定是幻觉，熬夜太多了。楼上传来脚步声，钱大彪穿着睡衣走下来，揉着眼睛。薛哥，大半夜的你蹲这儿干嘛？练功呢？彪哥，你听我说，那个冰箱真的有问题。凌晨3点半，宁缺裹着被子蹲在走廊里，钱大彪打着哈欠坐在他旁边。走廊的声控灯每隔一会儿就灭一次，宁缺就拍一下手，让它重新亮起来。缺哥，你这是练功呢？练的啥功？金钟罩、铁布衫。彪哥，你听我说，那个冰箱真的有问题，他会说话，他还给我一张纸，你看。宁缺掏出那张发黄的纸，手抖得像筛糠。你看，这上面有字，白露写的，他说别信冰箱，还说小心你妈。这啥？老古董啊，这字写的还挺好看，比我妈的字好看多了。我妈写字像狗爬。这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，冷冻层里。冰箱里？不可能啊，那冰箱我们买来才3年，哪来的老纸？这纸看着比我年纪都大。三年？对啊，以前是隔壁王奶奶的，她搬去养老院了，我就搬过来了。王奶奶住了10几年，冰箱一直用着，从来没出过事，制冷可好了，比新冰箱都强。那这纸？咦，白露？谁啊？这名字听着有点耳熟。走廊尽头传来脚步声，钱桂花穿着睡衣走出来，头发用发网包着，脸上贴着黄瓜片。他看到2个人蹲在走廊里，愣了一下。大半夜的，吵什么呢？我面膜都敷不好了。妈，缺哥说咱家冰箱闹鬼，还拿出一张纸，上面写着你的名字。什么纸？给我看看。宁缺把纸递给他，钱桂花接过来，盯着看了很久，脸上的黄瓜片掉了一片也没注意到。小孩子家的，别瞎说，冰箱能有什么鬼？就是制冷机坏了，明天我找人修。这纸可能是以前的租客留下的，扔了吧。可是桂姨，上面写着你的名字。写我名字的多了，这栋楼的人我都认识，可能是谁开玩笑写的。行了，别大惊小怪的，赶紧睡觉去。大彪，你也回去睡。他转身要走，又停下来。对了，这张纸你是在冰箱里找到的？对，冷冻层里。哦，可能是什么东西夹在里面了，扔了吧，没用的东西，别瞎想了，睡吧。他走了，但宁缺注意到他的脚步比来的时候快了很多，几乎是小跑着回房间。门关上的声音很响。彪哥，你妈？我妈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她刚才的反应有点奇怪。奇怪？我妈就这样，更年期，脾气不太好。昨天还因为我把袜子扔沙发上骂了我一顿。别多想，走，去我屋睡。彪哥保护你，我那屋还有一张折叠床，给你支上。宁缺看着这个憨厚的肌肉男，突然有点感动。虽然这个保护者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要保护什么。谢谢彪哥。客气啥？彪悍的人生就是要互相帮助。走。第二天早上，宁缺顶着2个黑眼圈从钱大彪家出来。钱大彪的呼噜声震天响，他一晚上没睡着，躺在那张吱呀作响的折叠床上，数了3000多只眼。不行，得搞清楚这个白露是谁。那张纸条不可能是凭空出现的。他刚走到自己房间门口，隔壁的门突然开了，不是大开，而是开了一条缝，一双眼睛从门缝里往外看。那个，你是新来的？我靠，你谁啊？
门开大了一点，一个戴着厚眼镜、穿着恐龙睡衣的女孩探出半个头，她的头发乱糟糟的，脸上还有枕头印子，看起来也是刚醒。我叫苏小棠，住304。昨天晚上听到你喊，所以就……哦，不好意思，吵到你了。我叫宁缺，刚搬来303。啊！门要关上。等等，门停住。你住隔壁，你知道这个楼以前的事吗？比如有没有一个叫白鹿的人住过？你也感觉到了？耶！你进来。宁缺被拉进304房间，房间里很乱，到处都是书和打印的稿纸，桌子上摆着2台电脑，屏幕上密密麻麻全是字，墙上贴满了便利贴，写着各种脑洞和灵感。你是做什么的？网络写手，写悬疑小说的。我搬来3个月了，每天晚上都能听到声音。什么声音？冰箱的声音，从你那个房间传来的。你也听到了？是从哪个冰箱？你的。每天晚上12点左右，你的冰箱就会发出咚咚咚的声音，像是在敲什么东西，有时候还有说话声，听不清说什么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有社恐，不敢敲门，而且万一你是什么变态杀人狂呢？我开门不就危险了？那你现在怎么敢说了？因为昨晚你喊的整栋楼都听到了，我透过猫眼看到你蹲在走廊里，好像真的被吓到了。而且你看起来不像杀人狂，太瘦了，打不过我。哦，谢谢关心。不是关心，是如果你死了，我怕下一个轮到我。我这人惜命，写悬疑小说的都惜命，因为知道太多死法。对了，你刚才说白鹿，你认识白鹿？我在冰箱里找到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他的名字，你认识他？你把纸条带来了吗？宁缺掏出那张发黄的纸，苏小棠盯着看了很久，眼镜片后面的眼睛瞪得老大。这个笔记我见过。什么？在哪儿？我房间里也有类似的东西，搬来的时候在床底下发现的，也是一张发黄的纸条，但是有人来了。走廊里传来脚步声，越来越近。快走，别告诉别人我跟你说了这些。苏小棠砰地关上门。宁缺站在走廊里，看到钱桂花拎着菜篮子上楼，脸上带着那种过于热情的笑容。小宁啊，跟隔壁小姑娘聊天呢。啊，对，认识一下邻居。她说她是写小说的。小姑娘人不错，就是不爱说话。不过写小说的嘛，都这样，脑子里的东西比嘴里的多。对了，今晚我炖了汤，你来喝啊。大彪说你昨晚没睡好，给你补补。谢谢桂姨。客气啥，都是邻居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说。钱桂花走进自己的房间，门关上的瞬间，宁缺感觉她的眼神在自己手里的纸上停留了1秒。虽然她已经把纸条藏到了背后，她肯定知道什么。下午2点，宁缺决定去楼下小卖部碰碰运气。根据苏小棠的情报，这栋楼里最八卦也最了解历史的人，就是小卖部的老吴。那个老头在这里住了几十年，什么事都知道。小卖部在1楼楼梯口旁边，里面摆着各种零食、烟酒、日用品。老吴正坐在柜台后面摇着蒲扇看报纸，戴着一副老花镜，报纸举得老远。吴叔，来包辣条，3块5。要卫龙的还是其他牌子的？卫龙贵5毛。卫龙的吧。宁缺掏钱，老吴终于抬起头，眼睛一亮，像发现了新大陆。哎，你是新来的吧？住几楼？303。哦，303啊。那房子有人住了，空了大半年了。对，昨天搬来的。那冰箱你用了？用了。年轻人胆子不小啊。那冰箱可不是一般的冰箱。您知道什么？那冰箱20多年前就有人用过，后来出事了，就一直放着，没人敢用。前几年钱桂花把它搬到了303，说是给租客用，但一直没人敢租那间。你是第一个。出什么事了？20块。您这是坐地起价啊？我买包辣条才3块5。爱听不听，这消息值这个价。给20块，够我吃好几天的了。25年前，这楼里住过一个姑娘，叫白露，长得可漂亮了，说话也温柔，在附近的幼儿园当老师，小朋友们可喜欢她了。每天放学都有家长送她自家种的菜。然后呢？然后坏了。钱桂花拎着菜篮子走进来，今天的菜篮子里装满了青菜和豆腐。老吴，来斤五花肉，要肥一点的，今天想做红烧肉。好嘞，今天的肉可新鲜了，早上刚杀的猪，我给你挑一块好的。吴叔，小伙子，辣条拿好，慢走啊，有空再来。谢谢吴叔。宁缺走出小卖部，回头看了一眼，老吴正在给钱桂花切肉，但眼神却瞟向他这边，意味深长地眨了眨眼。钱桂花背对着他，看不到表情。白鹿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所有人都知道他，但都不愿意说？他走到楼道口，躲在楼梯拐角处偷听。钱桂花和老吴的对话隐隐约约传来。他跟你说什么了？没什么，就问了几句房子的事，我啥也没说。老吴，你在这几十年了，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，你心里清楚。那孩子就是个普通租客，别把他扯进来。我知道，我就是告诉他，冰箱有点老，让他小心用。
别的没多说。那就好。脚步声响起，钱桂花出来了。宁缺赶紧往上跑，躲在2楼拐角。等钱桂花上楼回了自己家，他才松了口气。果然有问题，他不想让人知道白鹿的事。宁缺猛地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躺在自己的床上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刺得眼睛疼。他抬起手挡住光，手还在抖。有肉，是真的。哦，疼，也是真的。他翻身下床，冲到冰箱前，猛地拉开冰箱门，里面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没有。冷冻层也没有纸条，没有日记，什么都没有。白鹿，白鹿。冰箱沉默，只有嗡嗡的制冷声，和普通冰箱一模一样。难道真的是梦？他低头一看，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纸条，上面是熟悉的娟秀字迹：小心钱桂花，他不是你以为的那个人。还有，你的手机挺好玩的，我研究了一晚上。这个年代的东西真神奇。白鹿，我的手机。他摸了摸口袋，手机不见了，翻遍床上床下都没有，打开抽屉也没有。卧槽，我手机呢？那是我唯一的手机啊，里面还有我剪了一半的视频。门外传来敲门声。小宁，你在吗？我给你送早餐来了。在。开门啊，豆浆要凉了。宁缺把纸条塞进口袋，深吸一口气，打开门。钱桂花端着托盘站在门口，上面放着一碗豆浆，2根油条，一个茶叶蛋，笑容满面，和蔼可亲。昨晚睡得怎么样？我看你房门一直关着，没敢打扰。大彪说你昨晚吓着了，给你压压惊。还行。怎么了？我脸上有东西？没有，谢谢桂姨。客气啥？对了，你见过一个叫白鹿的人吗？白鹿？谁啊？一个很久以前的租客，住过这个房间。我以为，算了，没什么，可能是我记错了。他把托盘塞给宁缺，转身要走。宁缺看着他的背影，突然开口：桂姨，你认识白鹿？不认识。他说不认识，但他的背影却在发抖，拿着托盘的手微微颤抖。那你怎么知道他住过这个房间？听别人说的，这栋楼里老人多，喜欢讲以前的事，别往心里去。他走了，脚步比平时快。宁缺端着托盘站在门口，看着他消失在楼梯拐角。桂姨，你到底在隐瞒什么？宁缺端着豆浆站在走廊里发呆。隔壁的门突然开了一条缝。进来啊！快进来，别让钱桂花看见。宁缺被拉进苏小棠的房间，苏小棠关上门，反锁，还拉上了防盗链。你是不是也发现了？发现什么？那个冰箱的秘密，还有钱桂花的异常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写了3个月悬疑小说，你以为我是白写的？你昨晚的叫声，你今天的表情，钱桂花刚才给你送早餐时的反应，综合推断，你肯定经历了什么超自然事件。你是侦探吗？我是写手，写手就是最擅长推理的生物。快说，是不是穿越了？冰箱是不是有问题？钱桂花是不是幕后黑手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就知道，我小说里的情节居然是真的。我写了100多万字的悬疑小说，终于遇到真实案例了。你别激动。好，我冷静。说吧，你去了哪一年？1998年。见到了谁？一个叫白鹿的女孩。白鹿？就是我说的那个？对，而且她告诉我，钱桂花是她妹妹。什么？钱桂花是白鹿的妹妹？那她为什么要装作不认识？不知道。还有更关键的，1998年这里发生过一场火灾，白鹿可能没逃出来。你看这个，手机屏幕上是一张老旧照片的翻拍，照片里一个穿白裙的女孩站在冰箱旁边，笑得很甜。背景就是303房间，墙上的挂历显示1998年6月。这是我搬来的时候在房间角落捡到的，藏在墙缝里，应该是有人故意藏的。这就是白鹿。还有一个问题，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。他翻过照片，背面用圆珠笔写着几行小字，笔记有些潦草。2023年7月16日，我见到了来自1998年的女孩，她让我小心冰箱，但已经太晚了，因为冰箱里有另一个我。如果你们看到这个，别相信任何人。宁缺，这是我写的，但我没写过啊。所以这个冰箱连接的不只是过去和未来，它还连接着不同的时间线。这个宁缺是另一个时间线的你。另一个我？对，就像白鹿说的，冰箱会复制人，这个宁缺可能就是你的复制品。他留下了这张照片，警告未来的我们。两人面面相觑，同时看向苏小棠房间角落里的另一个冰箱。你也有？我这个冰箱和你的那个是同一款，都是钱桂花家的老物件。他家有好多这种冰箱，据说都是他爷爷留下的。那钱桂花他？我觉得他知道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。他可能是钥匙的守护者。宁缺和苏小棠站在他房间的冰箱前，这个冰箱看起来比宁缺那个更新一些，漆面没有那么斑驳，但款式一模一样。老式双开门，要不咱别打开了？不行，我是写悬疑小说的，这种素材千年难遇，必须开。我要亲眼看看这个冰箱到底有什么秘密。可是没有可是，你来看。为什么是我？因为你开过一次，有经验，而且你是个男的，应该保护女生。那经验就是差点被吓死，而且你不是说能打过我吗？那是客气话，
你还当真了？快开！行，开就开。他伸手握住冰箱把手，缓缓拉开，冷气扑面而来，带着一股说不清的霉味。冰箱里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冷藏室的灯亮着。空的。看来你的这个是正常的。冰箱里的灯闪烁了一下，熄灭了，又亮了。等等，他伸手进去，在冷冻层里摸索，摸出一张纸条，纸条发黄，边角卷起，和宁缺之前拿到的一模一样。别开另一个冰箱，它会吃掉你。记住，别信任何人，包括你自己。1998年的白鹿。另一个冰箱，我的那个不对，他说的是另一个冰箱。你那个是303，我这是304，那还有没有305？还有没有别的房间？305不是锁着的吗？我昨天看到门上挂着锁，积了好多灰。对啊，锁着的，为什么锁着？肯定有问题。两人对视一眼，同时跑向门口。等等等等，你不会是想凌晨12点305门口见，带上手电筒，带上手机，带上防身的东西。我不去。那你就不想知道白鹿为什么让你别开另一个冰箱？不想知道305里有什么？12点不见不散。苏小棠关上门，留下宁缺一个人在走廊凌乱。他低头看着手里的纸条，上面白鹿的字迹让他想起那个温柔的女孩，站在1998年的窗前，说也许你能改变什么。白鹿，你到底想让我知道什么？深夜11点55分，宁缺裹着被子蹲在305门口，走廊里的声控灯坏了，一片漆黑，只有月光从楼梯间的窗户照进来，在地上投下惨白的光。我为什么要来？我为什么要来？我为什么要来？隔壁门轻轻敲了3下，苏小棠全副武装的走出来，头戴探照灯，手里拿着防狼喷雾，腰上别着一根擀面杖，背上还背了个双肩包，鼓鼓囊囊的。你这探照灯哪来的？拼多多买的，9块9包邮，续航4小时，够用了吧？有用吗？不知道，但心里踏实。我还带了零食、水、充电宝、创可贴、绷带、急救包、打火机、绳子。你这是去探险还是去露营？有备无患。写小说的都知道，主角就是死在没有准备上。两人蹑手蹑脚走到305门口，门上挂着一把老式密码锁，积了厚厚的灰，看起来很多年没人动过。密码锁那怎么开？是0825。为什么是0825？白鹿日记里写的，他第一次发现冰箱秘密的那天是8月25日。我刚才查了，1998年8月25日是星期二。他输入0825，锁咔嗒一声开了，灰尘簌簌落下，门缝里透出一股霉味，像是封闭了很久的地下室。你怎么知道日记内容？我没给你看过啊。你睡着的时候，我溜进你房间看的。你睡觉不打呼噜，但会说梦话，说白鹿别走。你什么时候溜进去的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门开了。他推开门，一股浓重的霉味扑面而来，呛得两人直咳嗽。房间里很暗，只有月光从窗户缝隙透进来，窗户被木板封死了，只能看到缝隙里透进来的微弱光线。天啊！房间里堆满了东西，旧家具、纸箱，落满灰的电器。最显眼的是墙角那个冰箱，和宁缺他们房间的一模一样，老式双开门，但更大一些，漆面已经完全发黄。又一个冰箱，这个冰箱好像不太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它在发光。确实，冰箱的门缝里透出微弱的蓝光，像是有生命在呼吸。一明一暗，要不咱别开了。话音刚落，冰箱门砰的一声自己开了，里面站着一个女孩。别叫，是我。白鹿站在冰箱里的，正是1998年的白鹿，但她看起来有些不一样，身体是半透明的，像一团发光的雾气凝聚成的形状。等你们很久了。305房间里，3个人围坐在一堆旧家具中间，白鹿的身体忽明忽暗，像随时会消散的雾气。你不是1998年的吗？怎么在这儿？我也是穿越来的，但我穿越到的是2023年的305房间，不是303。所以你也是通过冰箱来的？对，但这个冰箱和你们的都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它连接的不是2个时间点，而是3个：1998年、2023年，还有一个2049年。两人倒吸一口凉气。2049年，那是什么样？不知道，我没敢进去，但我从门缝里看到了一些东西，全是废墟，天空是灰色的，到处是奇怪的藤蔓，还有很多人，但那些人都不正常。不正常是什么意思？他们的脸会变，有时候是这个人的脸，有时候是另一个人的，像很多人的脸拼在一起。融合体，我在小说里写过这种设定复制品，互相吞噬，融合成更强大的存在。对，我在冰箱里找到了一张纸条，应该是从2049年飘过来的。他拿出一张焦黄的纸条，边角烧焦了一部分。别信钱桂花，他是钥匙，但他也不是他自己了。2049年的你，钱桂花是钥匙，什么意思？我在1998年见过钱桂花，那时候她才30出头，是个普通的家庭主妇，在纺织厂上班。但她知道冰箱的秘密，她告诉我，这个冰箱是她爷爷留下的，里面住着时间。时间就是一种能连接不同时空的力量。
但他警告我别滥用，滥用会出事。那你为什么还来？因为我想知道1998年之后我发生了什么。我的日记只写到7月15日，之后全是空白。你不知道自己后来的事？日记里没有写，我只知道7月15日那天我见到了你，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三个人沉默了，房间里只有冰箱的嗡嗡声，还有远处传来的风声。也许是不能再写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查过这栋楼的历史，1998年7月16日，这里发生过一场火灾，303室。303室是我住的。对，那场火灾里有一个人没能出来。消防队的记录上写的死者是女性，20多岁。那个人是我。我不知道，但如果你没逃出来，那现在的你是复制品，或者是时间碎片。我不是真正的白鹿，只是他的记忆。房间里安静的可怕，只有冰箱的嗡嗡声在回响。不对。什么不对？如果1998年我就死了，那现在的我应该只是时间碎片，但我有完整的记忆，完整的意识，我能思考，能感受，我不是碎片。对哦，真正的复制品应该像机器人一样，没有感情才对，但你不一样。还有，既然我能从1998年来到2023年，说明那场火灾可能没有发生，或者说发生了，但我逃出来了，只是逃到了别的时间线。那你逃出来了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谁能告诉我答案。钱桂花。对，她一定知道什么。她是我妹妹，从小到大什么事都告诉我。如果我真的出事了，她不可能不知道。冰箱突然发出刺耳的警报声，像防空警报一样尖锐，蓝色的光芒疯狂闪烁。不好，第25小时要结束了。你也会被送回去吗？对，但我不能回去，我得找到真相。那你怎么办？你回去之后还能再来吗？我得进去。进去？进哪儿？2049年，去找答案，那里有真相。他挣脱苏小棠的手，冲向冰箱。等等，但已经晚了。白鹿消失在蓝光中，冰箱门砰的一声关上，一切恢复平静，房间重新陷入黑暗，只有手电筒的光照亮一小片区域。他去了2049年。你看这个，冰箱门上原本空无一物的地方，出现了一个倒计时，720点，数字是发光的蓝字，像电子屏一样。这是他在2049年只有72小时，72小时之后，如果他不回来，会怎么样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我们得去找钱桂花，他肯定知道什么，他是一切的关键。两个怂包为了一个来自过去的女孩，决定去敲一个可能是幕后黑手的人的门。窗外的月光照进来，在地上投下长长的影子。凌晨2点，宁缺和苏小棠站在钱桂花家门前。501室，门是老式的防盗门，漆面斑驳，猫眼上积了灰。真要敲？你还有别的办法吗？白鹿只有72小时。报警？报警？说什么？说我们邻居的姐姐从1998年穿越到2023年，然后去了2049年，现在被困了。警察会把我们送精神病院。你说的对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敲了3下门。安静，又敲了3下。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，惨白的光照在两人脸上。门突然开了，钱桂花站在门口，穿着睡衣，披着外套，面无表情。她没有戴发网，头发披散着，看起来比白天老了10岁。你们知道现在几点吗？桂姨，我们进来吧。两人对视一眼，小心翼翼地走进去。房间里很普通，和普通老太太家没什么区别。老式家具，电视柜上摆着照片，阳台上养着几盆花，但角落里放着3个冰箱，并排而立，一模一样的老式双开门。3个。坐吧，我知道你们会来。桂姨，您知道冰箱的秘密？知道，我比任何人都知道。我等这一天等了25年。25年？从我姐姐消失的那天起，我就在等人来问我真相。您姐姐是白鹿？白鹿是我姐姐，她姓白，我姓钱，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父亲，我妈改嫁过，我随继父姓。那她，1998年她死了，死在那场火灾里。但是什么？但是她的意识被冰箱保存了下来，她一直在不同的时间线里游荡，寻找真相。我每年8月25日都会来这里等她，等了她25年。真相？什么真相？真相就是那场火灾不是意外，是我前夫放的。钱桂花拿出一个泛黄的相册，翻开第1页，照片里2个女孩站在老楼前，一个17、18岁，一个只有2、3岁，笑得灿烂。这是我姐，这是我姐比我大15岁，我妈走得早，是她把我带大的，她就像我妈一样。您前夫是那个钱大彪？不是我儿子，是另一个钱大彪，1998年的钱大彪，我的前夫。我儿子是后来生的，随他爸的名字，为了纪念。所以您姐姐的男朋友后来成了您的丈夫，然后你们生了您儿子，取名叫钱大彪。对。这也太乱了吧！生活比你们想象的要乱。
我姐和钱大彪本来快结婚了，但我姐发现了冰箱的秘密，她想告诉钱大彪，但她发现钱大彪早就知道了。他知道？对，他接近我姐就是为了这个冰箱，他想利用冰箱发财，去未来带回信息，炒股买彩票，一夜暴富。但我姐不同意，说时间不能乱用，会出事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就制造了那场火灾，想毁掉冰箱，毁掉证据。那天晚上，我姐在房间里，我在学校住读。等我接到消息赶回来，楼已经烧完了。那冰箱呢？冰箱没毁，他自己保护了自己，但我姐没能逃出来。消防队说她被困在房间里，门被堵住了。是钱大彪堵的门？对，但我没有证据。那个年代没有监控，没有 DNA， 没人信我。钱大彪说他不在场，有证人，案子就结了。那钱大彪后来呢？3个月后，他出车祸死了。死之前，他把一切都告诉了我。他说他后悔了，但来不及了，我姐已经没了。房间里安静的可怕，3个冰箱并排而立，像是3个沉默的证人。窗外的月光照进来，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。那这些冰箱是您爷爷留下的？对，我爷爷是收破烂的。有一次从垃圾站捡回来一个冰箱，就是你们看到的那个。后来他发现这个冰箱不一样，它会发光，会说话。我爷爷叫它时间的盒子。倒计时显示68小时32分15秒，距离白鹿的72小时还有不到69小时。数字在跳动，每过1秒就减少1点。3个冰箱同时发出蓝光，光芒越来越强，整个房间都被照亮了。他回来了。白鹿？不对，不是回来，是求救。他在2049年遇到危险了。他冲向中间那个冰箱，猛地拉开冰箱门，一张纸条飘了出来，在半空中旋转，缓缓落下。2049年很危险，到处都是融合体，快来救我！别信白鹿，别信什么？这句话没写完。别信任何人，包括2049年的我。什么？2049年的您？我今年58岁，2049年我84岁。我不知道那个年纪的我还是不是我。冰箱会复制人，会融合人。84岁的我可能已经不是我了。那怎么办？我们怎么救他？你们得进去一个。进去？对，进2049年，把他带回来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为什么是我们？因为我去不了。84岁的我会认出我，他不会让我进去的。而且我年纪大了，进去也是拖累。那我去。什么？我写悬疑小说的，对这种设定最熟。而且我没有亲人，失踪了也没人找。我妈早就没了，我爸不管我，我就一个人。你认真的？比真金还真。我写了300万字的小说，主角死了200多次，我早就习惯了。大不了就是个死，有什么可怕的？小姑娘，2049年可能比你想的可怕，到处都是融合体，时间线是乱的，你进去可能出不来。我写过更可怕的，放心，我命硬。我小说里的主角都死不了，我这个作者也死不了。宁缺看着这个平时社恐，现在却勇敢的不像话的写手，突然觉得这姑娘有点帅。苏小棠站在冰箱前，深吸一口气，她摘下眼镜擦了擦，又重新戴上，手在微微发抖，但眼神坚定。有什么注意事项吗？记住，你只有24小时，在那个时间线里，时间流速不一样，你进去的每1分钟，外面的倒计时都在走。等等，24小时不是72小时吗？那是白鹿的时间，他在2049年已经带了48小时了。你进去之后，你只有24小时，超时的话，你就回不来了，时间线会把你消化掉。明白了，24小时找一个人带回来，很简单。简单？这哪里简单了？比起我小说里的设定，这已经很简单了。我写过主角要去7重空间救人的，每重空间只有1小时，那才叫难。他回头看了一眼宁缺。缺哥，如果我回不来，记得把我写进你的视频里，标题就叫那个勇敢的社恐写手。开玩笑的，我可是主角命，我还要写下一本小说呢。他拉开冰箱门，蓝光瞬间吞没了他，光芒太强，宁缺不得不闭上眼睛。等他再睁开眼，苏小棠已经消失了。冰箱门缓缓关上，发出轻轻的砰的一声，倒计时变成了24点。他真的进去了。现在我们只能等了。桂姨，您真的不能去吗？我去过，25年前，我去过2049年。什么？我姐消失之后，我疯了一样想找到她。我进了冰箱，去了2049年，我见到了84岁的自己。他跟您说了什么？他告诉我，别来找他，别试图改变历史，有些事注定会发生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间线的我已经不是人了，他被融合体同化了。
他的一半是复制品，是碎片，是他自己，也是别人。宁缺感觉后背一阵发凉，他看着那个冰箱，蓝光已经消失，恢复了普通的模样。苏小棠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天空是灰蒙蒙的，不是阴天那种灰，而是像老照片那种褪了色的灰，没有太阳，没有云，只有一片均匀的灰白。这就是2049年。周围的建筑破败不堪，墙皮剥落，露出里面的红砖，窗户要么碎了，要么用木板封着，墙上爬满了奇怪的黑色藤蔓，藤蔓上长着细小的刺，散发着微弱的蓝光。怎么跟末日电影似的？我写过这种设定，但亲眼看到还是不一样。他掏出手机，没信号，屏幕上的时间是2049年7月18日下午3点27分，但他明明记得进来的时候是凌晨。时间不对，算了，不重要。他正想着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：“你是谁？”卧槽！一个穿着破旧风衣的男人站在他身后，脸上戴着口罩，看不清长相，风衣上全是污渍，边角磨破了。你不是这个时间线的人，你的衣服太新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这里已经没有活人了，至少没有真正的活人。苏小棠看清了他的脸，竟然和宁缺一模一样，但更老一些，30多岁的样子，眼睛里全是疲惫。宁缺？你认识我？你是宁缺啊，2023年的宁缺，我是苏小棠，你隔壁的写手。2023年，那是26年前了。我是宁缺，但不是你认识的那个宁缺。你是未来的宁缺？对，但你得小声点，他们会听到。他们？谁们？融合体，到处都是，他们会吃掉你，把你变成他们的一部分。未来宁缺拉着苏小棠躲进一栋废弃的建筑里，建筑里一片漆黑，只有墙上那些黑色藤蔓发着微弱的蓝光，勉强照亮脚下的路。到底怎么回事？2049年怎么会变成这样？都是因为冰箱。什么意思？2025年，有人发现了冰箱的真正秘密，它不仅能连接时间线，还能复制人，不是简单的复制，是完美复制，记忆、感情、意识全都一模一样。复制人？对，从不同的时间线里复制出无数个自己，一开始只有几个，后来越来越多，然后这些复制品开始争夺同一个时间线。争夺？他们想成为唯一的那个，所以开始互相猎杀，赢了的吃掉输了的，变得更强大。后来他们开始融合，2个变成1，3个变成1，最后变成无数张脸的怪物。那白鹿呢？你见过他吗？他从1998年来找真相，他只有72小时。白鹿，他来了。对，72小时前来的。他去了哪里？糟了，怎么了？他现在应该在冰箱总部，那是所有融合体的大本营。如果他去了那里，会怎么样？他会被当成新的复制品，被他们融合，永远困在这里。他的意识会变成他们的一部分。冰箱总部在哪儿？你疯了吗？你不能去，那里太危险了。我必须去，是我答应来救他的，而且他是我小说里的主角，我不能让他死。你和2023年的我一样傻。谢谢夸奖。那不是夸奖。未来宁缺带着苏小棠穿过一片废墟，来到一栋建筑前。建筑很眼熟，正是那栋老居民楼，但比现在破败得多。墙皮完全剥落，露出里面扭曲的钢筋，窗户全碎了，黑洞洞的像无数只眼睛。这是我们住的那栋楼？对，这栋楼是整个事件的核心，无论在哪条时间线，它都存在。2049年，这里是融合体的老巢。楼里传来奇怪的声音，像是无数个冰箱同时运转的嗡嗡声，又像是无数个人在低声说话，混杂在一起，听不清内容。白鹿在里面？如果他来了，就在里面。但你要记住，不要相信任何一张脸。任何一张脸？包括我，包括你自己。融合体会模仿任何人，他们最擅长的就是骗人。他递给苏小棠一个手环，金属材质，上面刻着奇怪的纹路。戴上这个，这是我用时间碎片做的，能帮你分辨真假。怎么分辨啊？真的会发光，假的不会。时间碎片会对你产生反应，如果你是真实的，它就会亮。那你呢？你的会亮吗？我是复制品，所以不会亮。我不是真正的宁缺，真的那个2025年就死了。我只是他的复制品，靠着记忆活着，但我有他的感情，他的记忆，他的牵挂，所以我想帮他，帮你们。谢谢你。快去快回，你只有12小时了。苏小棠看着手腕上的倒计时，还剩11小时47分钟。她深吸一口气，走进了那栋楼。楼道里一片漆黑，只有墙上的黑色藤蔓发着微弱的蓝光。苏小棠打开探照灯，小心翼翼地往上走。楼梯还是那个楼梯，但破败不堪，每走一步都吱呀作响。白鹿，白鹿，你在吗？没有回应，只有嗡嗡声在回荡，越来越响。走到3楼，303室的门开着，里面透出微弱的蓝光。白鹿。房间里，一个人背对着他站在冰箱前，正是白鹿的背影。白鹿。那个人转过身，是白鹿，但他的脸有些模糊，像隔着一层水膜。苏小棠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救你啊！快跟我走，这里很危险。太好了，我正想离开这里，我等了好久，终于等到人来救我了。苏小棠伸手去拉他，手环突然亮了，刺眼的红光。等等，你是真的吗？那是什么？能分辨真假的手环。你……白鹿的脸开始扭曲，像融化的蜡烛，五官移位，皮肤融化，露出下面无数张脸，老人的、小孩的、男人的、女人的，
密密麻麻挤在一起。被发现了吗？真可惜，我还想多玩一会儿呢。假白鹿的身体炸开，化作一团黑雾，消散在空气中。地上只剩下一张纸片，上面写着复制品融合体编号0842。差点就被骗了，这也太真实了。身后传来一个声音：苏小棠。苏小棠猛地转身，看到另一个白鹿站在门口，手环发着温暖的白光。你是真的？对，快走，这里很危险。我刚从一个融合体手里逃出来。等等，你怎么证明你是真的？两个白鹿，一个刚刚消失，一个站在门口。苏小棠不知道该信谁，但她低头看了看手环，门口这个发着白光。我相信你。快走，他们来了。两人冲出303，往楼下跑。楼道里突然涌出无数个人影，从各个房间里走出来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全都面无表情，眼睛空洞。这都是什么？融合体，他们感知到活人了。一个人影拦住去路，是苏小棠自己。一模一样的恐龙睡衣，一模一样的厚眼镜，一模一样的马尾辫。别走啊，留下来陪我一个人好孤单。我就是你啊，你的复制品，你的恐惧，你的另一个可能。放屁，我才不是这样的。他抓起防狼喷雾，对着假苏小棠一顿猛喷。假苏小棠尖叫一声，脸开始扭曲，化作黑雾消散。快跑！两人冲下楼，身后无数融合体追了上来，脚步声震天响，整栋楼都在颤抖。冲出楼门的那一刻，苏小棠看到外面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未来的宁缺。他站在废墟中，手里拿着什么东西。这边，快！两人冲过去，未来宁缺拉开一个井盖，露出下面的地道。下去，快！你呢？我挡住他们，我是复制品，死了也无所谓。可是没有可是，快走！记得告诉2023年的我，谢谢他让我活了这么久。他把苏小棠和白鹿推进地道，盖上井盖，上面传来打斗声和尖叫声，然后渐渐安静了。宁缺，地道里一片漆黑，地道很窄，两边是粗糙的土墙，头顶是生锈的铁板。这是哪儿？时间裂缝。2049年的地下有很多这样的通道，是以前的人挖的，为了躲避融合体。我们怎么回去？往前走，裂缝的尽头有一个冰箱，那是回去的通道。两人走了不知道多久，终于看到前方有亮光，蓝色的光芒和冰箱里的光一样。到了。走出地道，是一个地下空间，不大，也就10几平米，中间放着一个冰箱，和楼上的一模一样，但更旧，漆面全掉了，锈迹斑斑。就是这个。对，我们进去就能回去。那你呢？你跟我一起回去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已经不是真正的白鹿了，我只是他的时间碎片。但你救了我，你是真的。谢谢你。两人正要进冰箱，身后传来声音：别走。转身一看，又一个白鹿站在地道口，然后是第二个、第三个，无数个白鹿涌了出来，密密麻麻，挤满了整个空间。不好，他们追来了。这么多啊！都是我的复制品，冰箱复制了我无数次。无数个白鹿围上来，有的笑，有的哭，有的面无表情。他们的脸在变换，有时候是白鹿，有时候是别人，有时候是一团模糊。你的手环还亮着，你是真的。快进去，我挡住他们。不行，你跟我一起走。我走不了了，我的时间到了。他低头看自己的手，正在变淡，像雾气一样散开。我是时间碎片，只能存在72小时，时间到了我就会消失，但没关系，我已经找到了真相。什么真相？告诉桂花，那场火灾不是她前夫一个人干的，还有别人，还有另一个钱桂花。什么？1998年有2个钱桂花，一个是真的，一个是复制品，放火的是那个复制品。他的声音越来越弱，身体越来越淡。快走，告诉桂花，姐姐爱她。苏小棠被推进冰箱，蓝光吞没了她。最后一刻，他看到无数个白鹿涌上，包围了那个正在消散的真白鹿。2023年305房间，倒计时还剩最后1分钟。宁缺盯着冰箱门上的数字，手心全是汗，怎么还不回来？快了，快了！冰箱门突然打开，苏小棠摔了出来，浑身是土，衣服破了，脸上全是泪痕。苏小棠，差一点就回不来了。我姐呢？白鹿呢？他没能回来。什么？他是时间碎片，只能存在72小时，时间到了他就消失了。但他让我告诉你。告诉我什么？1998年的火灾不是你前夫一个人干的，还有别人。谁？另一个钱桂花，你的复制品。钱桂花后退一步，脸色惨白。不可能，我从来没有。白鹿说1998年有2个你，一个是真的，一个是复制品，放火的是那个复制品。复制品？那真的呢？我不知道，我只记得那段时间，我有时候会失忆，会突然出现在别的地方，我以为是自己太累了。那就是复制品在替代你，他用你的身体做了那些事。所以我姐不是我害死的，是另一个我。对。3天后，宁缺站在303的冰箱前，手里拿着那张发黄的纸条。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他已经在冰箱前站了整整10分钟，一动不动。苏小棠坐在床上，
抱着膝盖，眼镜片上蒙着一层水雾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宁缺的背影。所以白鹿就这么消失了。它是时间碎片，本来就不该存在。能活72小时已经是奇迹了。可他救了我，在1998年，他救了我。如果没有他，我可能早就……因果循环，你救了他，他救了你。时间就是这么奇怪。宁缺伸手摸了摸冰箱门，冰凉的触感让他清醒了一点。他想起了第一次见到白鹿时的情景。他站在1998年的窗前，阳光照在他身上，像个天使。他说他还有妹妹要照顾，他说的妹妹就是钱桂花。他放心不下的人现在过得挺好，虽然有点神神叨叨的，但至少活着。冰箱突然发出一声轻响，很轻，像是什么东西落在了里面。宁缺愣了一下，拉开冰箱门，里面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没有。但冷冻层的门上贴着一张纸条：冰箱送给下一个需要奇迹的人。P.S. 谢谢你，宁缺。白鹿字迹还是那么娟秀，还是那么熟悉。宁缺的手指抚过那几个字，眼眶红了。他还记得我，他会一直记得你，就像你会一直记得他。宁缺把纸条叠好，放进口袋。他走到窗前，看着外面的阳光。2023年的夏天和1998年一样明媚。楼下有小孩在玩耍，有小贩在叫卖，一切都那么正常，那么普通。白鹿，再见。他会听到的。冰箱沉默着，嗡嗡声依旧。但宁缺知道，他不再是那个恐怖的怪物了，他只是一个孤独的老人，等着有人陪他说说话。我以后还会来看你的，虽然你不会说话，但我知道你在听。1周后，宁缺搬家了，他找到了新工作，在一家传媒公司做剪辑，工资不高，但稳定。公司离这里太远，每天通勤要3个小时，他不得不搬走。临走前，他最后一次打开冰箱门。老伙计，我走了，你好好待着，别吓唬下一个租客。冰箱沉默，只有嗡嗡的制冷声。白鹿，如果你在，我想说谢谢，谢谢你让我知道怂包也能勇敢一次，谢谢你让我知道有些事值得拼命。他关上门，拎起行李箱，走到门口，回头看了一眼这个住了不到1个月的房间，床、桌子、冰箱都和刚来时一样，但他知道一切都变了。他不再是从前那个只会抱怨的怂包了。苏小棠站在走廊里，眼眶红红的。她穿着那件标志性的恐龙睡衣，头发乱糟糟的，看起来好几天没洗了。缺哥，常回来看看。一定，你好好写小说，火了请我吃饭。放心，火了，给你署名灵感来源。成交。他走了，脚步声在楼道里回响，越来越远。苏小棠站在走廊里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楼梯拐角。缺哥，保重。他转身回到304，打开电脑，新建文档，光标闪烁，等着他敲下第一个字。冰箱里的第25小时第1章，失业青年的最后一搏。窗外阳光正好，风吹过，阳台上晾着的衣服轻轻摆动，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，很普通。但苏小棠知道，这栋楼里藏着秘密，那个冰箱还在等着下一个有缘人。1个月后，303空了3天，门锁着，窗帘拉着。苏小棠每次路过那扇门，都会想起那个怂包但勇敢的邻居。他在小说里把他写成了主角，又怂又勇，特别真实。写到第31集了，冰箱的秘密还没写完，白鹿的故事还没结束。他伸了个懒腰，揉了揉酸痛的脖子，连续写了4个小时，手都麻了。他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想透口气。楼下传来搬东西的声音，苏小棠趴在窗边往下看。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停在楼下，一个瘦高的年轻人正从车上往下搬行李箱，箱子不多，就2个，看起来很旧，边角都磨破了。年轻人抬头看了一眼这栋老楼，表情复杂。这就是200块的房子，比我想象的还破。又一个穷鬼。他正准备缩回脑袋，那个年轻人突然抬头，正好对上他的目光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笑起来，挥了挥手。你好啊，以后是邻居了。社恐发作，社恐发作，社恐发作。他蹲在窗台下，捂着狂跳的心脏，最怕这种自来熟的人了。说什么好？要不要回应？回应了会不会被当成怪人？不回应会不会被当成没礼貌？走了没？走了没？他悄悄探出半个脑袋，看到那个年轻人已经拎着箱子进了楼道，脚步声越来越近，然后是3楼走廊里的开门声、关门声。303的门开了又关，新租客住进去了。走了走了。过了10分钟，他悄悄打开门，探出半个脑袋。303的门关着，里面传来挪动家具的声音，还有人在哼歌。看起来挺正常的一个人，应该不会像宁缺那样倒霉吧？他正要关门，303的门突然打开了。林默站在门口，手里拎着一袋垃圾。他看到苏小棠，又愣了一下。啊，你好，我叫林默，刚搬来的。好。你住隔壁，以后多多关照啊。好的。门砰的关上了。林默站在走廊里，一脸茫然。这栋楼的邻居都这么有个性吗？林默回到房间，环顾四周，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一个老冰箱。房间不大，但收拾收拾还能住。他把行李箱打开，把衣服放进柜子里，把洗漱用品摆进卫生间。床垫有点硬，但还能睡。桌子有点晃，垫张纸就行。窗帘有点旧，但不影响使用。这冰箱看着挺旧啊，不知道还能不能用。他拉开冰箱门，冷气扑面而来，里面空空如也。冷藏室的灯亮着，嗡嗡声很正常。他伸手摸了摸内壁，冰凉的，制冷效果确实不错。制冷还行，省得买新的了。他关上冰箱门，继续收拾行李，没有注意到冰箱门缝里有微弱的蓝光闪烁了一下。
像眨了眨眼。这房子200块1个月也太便宜了，肯定有问题。不过我林默什么没见过，从小在福利院长大，什么苦没吃过，还怕这个？他躺在床上，看着天花板，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，从床头延伸到吊灯那里，像一道伤疤。奇怪，总觉得这个房间有人在看着我，可能是错觉吧。他翻了个身，把被子蒙到头上，但那种被注视的感觉还是没有消失。他猛地坐起来，看向冰箱，冰箱静静地立在那里，和普通冰箱一模一样。神经病，自己吓自己。他躺下，闭上眼睛，窗外传来风声，还有远处偶尔的狗叫。这个小区很安静，适合睡觉，但林默睡不着，他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看着他。凌晨2点，林默躺在床上，盯着天花板，他已经翻来覆去2个多小时了，就是睡不着。数羊数了3000多只，数到后面都不知道自己在数什么了。奇怪，总觉得这个房间有人在看着我。他翻了个身，把被子蒙到头上，但那种被注视的感觉还是没有消失，反而更强烈了，像有一双眼睛贴在被子外面看他。他猛地坐起来。谁？房间里很安静，只有窗外的风声。他看向墙角那个冰箱，他静静地立在那里，像个沉默的胖子。月光从窗户照进来，在冰箱上投下斑驳的影。可能是刚搬来不适应吧。他正要躺下，冰箱突然发出咚的一声，又是咚的一声，这次更响，连冰箱门都震了一下，声音很沉闷，像有什么东西从里面用力撞了一下。冰箱也会发出声音的吧？正常，正常。他给自己做着心理建设，但心跳还是越来越快。他蹑手蹑脚走到冰箱前，伸手摸了摸冰箱门，凉的，正常，凉的，正常。他正要转身回床上，冰箱门吱呀一声自己开，里面的灯亮着，冷气扑面，带着一股说不清的霉味。卧槽！冰箱里黑洞洞的，什么都看不见，里面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冷藏室的灯亮着，发出嗡嗡的电流声。吓死我了，肯定是门没关紧。他伸手去关冰箱门，就在手碰到门把手的瞬间，冰箱里传来一个声音：“你好，林默。”啊！他连滚带爬后退好几步，撞到床上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谁在说话？冰箱里飘出一张发黄的纸条，轻轻落在地上，纸条在半空中旋转，像一片落叶，最后停在林默脚边。林默盯着那张纸条，不敢动。这是什么？过了好几分钟，他才鼓起勇气爬过去，捡起那张纸条，上面用娟秀的字迹写着几行字：“如果你看到这个，请帮我告诉1998年的我，别信那个冰箱，它会复制人。还有，小心钱桂花，他不是你以为的那个人。白鹿。”字迹突然中断，最后几个字写得歪歪扭扭，像是手在发抖。林默愣住了。1998年，那是25年前。白鹿是谁？钱桂花又是谁？手机突然黑屏，房间里陷入黑暗，不是关机，是直接黑屏，像被人按了电源键。只有冰箱的门开着，里面透出微弱的蓝光，一明一暗，像呼吸。林默，我等了你很久啦。你是谁？我是时间的守门人，也是你命中注定的朋友。蓝光越来越亮，整个房间都被染成了蓝色。林默感觉一股强大的吸力从冰箱里传来，身体不由自主地被拉向冰箱。他想跑，但腿不听使唤；他想喊，但喉咙发不出声音。等等，我还没准备好，我才刚搬来。但来不及了，蓝光吞没了他，房间里只剩下冰箱门还在轻轻晃动，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。那张纸条落在地上，被风吹动，翻了个面，背面还有一行字，是林默没看到的。新的循环开始了。林默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趴在303的地板上，天已经亮了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在地板上投下金色的光斑。他的脸贴着冰凉的地砖，硌得生疼。我刚才是不是穿越了？他看了看自己，还是那个自己，衣服没变，手机还在口袋里，掏出来一看，屏幕亮了，时间是早上7点15分，2024年7月16日。2024年还是2024年？刚才难道是做梦？他看向冰箱，冰箱门关得好好的，一切正常，但手里那张发黄的纸条还在，边角卷起，纸质脆脆的，确实是存在的东西，不是梦。他再次打开冰箱门，这次仔细检查了每一个角落，冷藏室空，冷冻室空，但冷冻层的角落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卡在缝隙里，好像有本书。他掏出一个老旧的笔记本，封面上布满了霉斑，边角卷起，但还能看清几个字：时间日记。时间日记，这是谁的？他翻开第一页，上面用娟秀的字迹写着白鹿，1998年7月。再往后翻，出现了另一个名字，宁缺。2023年7月16日，我见到了白鹿，他让我小心冰箱。这两个人是谁？林默继续往后翻，日记里记录着奇怪的经历：穿越、冰箱、第25个小时、复制品、2049年、融合体。越看越心惊，手都在发抖。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是真的。他想把日记放回冰箱，却在最后一页发现了一行潦草的备注，笔记和前面的不一样。如果你看到这本日记，证明新的循环开始了。去找304的苏小棠，他知道一切，他会告诉你该怎么办。宁缺，304，隔壁那个写小说的姑娘。他看向墙上的时钟，早上7点15分。这个时间敲一个陌生姑娘的门，
好像不太合适，但手里这本日记让他顾不上那么多了。可是万一真的很重要呢？他抱着日记本走到304门口，深吸一口气，敲了3下门，里面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，然后是愤怒的吼声：“谁啊？大清早的，让不让人睡觉了？”我是303新来的租客，我叫林默，有急事找你。什么事？不能等会儿说。关于冰箱，关于白鹿，关于宁缺。门开了一条缝，苏小棠戴着厚厚的眼镜，头发乱糟糟的，穿着恐龙睡衣，一脸愤怒。她的眼睛还没完全睁开，眯成一条缝。你最好真的有急事。这个你认识吗？苏小棠接过日记，只看了一眼封面，脸色就变了。她迅速把门打开，一把将林默拉了进去。苏小棠给林默倒了杯水，自己抱着日记本坐在床上发呆。房间里很乱，到处都是书和打印的稿纸，桌子上摆着2台电脑，墙上贴满了便利贴，写着各种脑洞和灵感。林默环顾四周，感觉自己进了图书馆的仓库。所以这本日记是真的？真的，它的主人叫白鹿，1998年住在这里，后来发生了一些事。什么事？你信不信冰箱能穿越时间？啊？那个冰箱每天有第25个小时，在这个小时里，它可以连接不同的时间线。1998年、2023年、2049年都有连接点。你在开玩笑吧？这又不是科幻小说。我就是写科幻悬疑小说的，但这件事不是我编的，是我亲身经历的。他翻出手机里的照片，递给林默。你看这个。照片里，一个穿白裙的女孩站在冰箱旁，笑容明媚。照片发黄，边角卷起，一看就是老照片。这是白鹿，1998年拍的。再看这张。下一张照片里，一个瘦高的男生站在同一个冰箱前，表情紧张，像在拍什么视频。这是宁缺，2023年拍的，也就是1年前。他们认识。他们穿越时间相遇了。宁缺从2023年去了1998年，白鹿从1998年来了2023年，他们还一起去了2049年。等等，我脑子有点乱。还有更乱的，2049年是末日，那里全是复制品和融合体从各个时间线复制出来的人，互相吞噬变成怪物。复制品、融合体。对，那个冰箱不仅能穿越，还能复制人。后来宁缺和白鹿联手关闭了冰箱，但什么？但冰箱并没有真正消失，它只是睡着了，它在等下一个钥匙。林默看着手里的日记，突然想起一个问题。那这本日记为什么现在又出现了？因为新的循环开始了，冰箱又醒了。你是说轮到我了？冰箱选中了你，就像他当年选中宁缺、选中白鹿一样，你是新的钥匙。可是我什么都没做啊，我昨天才搬来。不需要你做什么，他会来找你，你躲不掉的。话音刚落，隔壁传来咚的一声，很响，像有什么东西撞在了冰箱上。冰箱。林默和苏小棠冲回303，冰箱门开着，里面飘出一张纸条，在半空中旋转，缓缓落下，蓝光还在闪烁，一明一暗，像呼吸。别信任何人，包括你自己，也别信钱桂花，他已经不是他了。2049年的苏小棠，2049年的我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未来会给他写信？不知道，但这不是第一张了。这种纸条我见过很多次。他跑回304，拉开自己的冰箱门，里面又一张纸条飘了出来，落在他脚边。复制品已经开始行动了，他们找到了新的通道，你们只有72小时。72小时后，一切都会结束。2049年的宁缺，72小时。72小时之后，2049年的复制品就会突破时间屏障，进入所有时间线。2024年、1998年，所有时间线都会变成2049年那样，到处都是融合体，到处都是怪物。那怎么办？只有一个办法进去。进哪儿？2049年，去找真相，去阻止他们。你疯了吗？我没疯，这种事我做过一次。1年前我进去过，救出了白鹿。虽然他最后还是消失了，但我活下来了。他看着林默震惊的表情。你是新的租客，也是新的钥匙。冰箱选择了你，你必须去。可是我什么都不懂，我连这个冰箱怎么用都不知道。他会教你的，你进去之后自然会知道该怎么做。时间线会指引你。冰箱又发出咚的一声，门缝里透出蓝光，越来越强。你看，他在等你，他在催你。行，我去。反正我的人生也没什么好失去的，但你得告诉我，进去之后该怎么做。找到2049年的自己，他会在那里等你。2049年的我，那得50多岁了吧？不一定，时间线是乱的。
你可能会见到任何年纪的自己，也可能见到别人。然后呢？然后他会告诉你怎么关闭冰箱，怎么阻止复制品。就这么简单？不简单，因为2049年到处都是融合体，他们会冒充任何人，你谁都不能信。苏小棠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老旧的手环，金属材质，上面刻着奇怪的纹路，边角磨损了。手环拿在手里沉甸甸的，有种说不出的质感。这是宁缺留下的，时间碎片做的，能分辨真假，真的会发光，假的不会。戴上它，就这个，戴上它，进去找到真相，然后回来。72小时，对吧？对，72小时后，如果你没回来，会怎么样？2049年的复制品就会通过你的身体进入我们的时间线，你会成为他们的通道。到时候2024年就会变成第二个2049年。所以我不只是去冒险，我还是一扇门。对，你是钥匙也是门，就看你怎么选了。林默沉默了3秒，然后站起来走向冰箱。他拉开冰箱门，蓝光扑面而来，冷气冻得他打了个哆嗦。行吧，反正我从小在福利院长大，没人等过我，死了也没人找。我等你。什么？我会等你回来。3天后我在这儿等你，你要是没回来，我就进去找你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他走进冰箱，蓝光吞没了他。冰箱门缓缓关上，发出轻轻的砰的一声。倒计时开始了，72。苏小棠盯着冰箱门上跳动的数字，手心全是汗。林默，你一定要回来。蓝光闪过，林默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站在一片废墟中，天空是灰蒙蒙的，不是阴天那种灰，而是像老照片那种褪了色的灰。没有太阳，没有云，只有一片均匀的灰白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说不清的臭味，像是腐烂和铁锈混在一起，还有烧焦的味道。这就是2049年。周围的建筑破败不堪，墙皮剥落，露出里面的红砖，窗户要么碎了，要么用木板封着。墙上爬满了奇怪的黑色藤蔓，藤蔓上长着细小的刺，散发着微弱的蓝光。远处传来奇怪的嗡嗡声，像是无数个冰箱同时运转的声音。这也太末日了吧！他低头看手腕上的手环，手环发着微弱的蓝光，这是真的。所以我现在是真的，那接下来该去哪儿？他正想着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：林默。谁？一个穿着破旧风衣的男人站在他身后，脸上戴着口罩，看不清长相，风衣上全是污渍，边角磨破了，袖口还有烧焦的痕迹。是我。你是宁缺，我在照片里见过你。对，2049年的宁缺，等你很久了。你怎么知道我来了？因为我在等你，等了很久了。每个新钥匙来，我都会等。等我？为什么？因为你需要向导。2049年很危险，没人带路你会死，而且你看起来和当年的我一模一样，又怂又勇敢。未来宁缺带着林默穿过一片废墟，躲进一栋废弃的建筑里。建筑里一片漆黑，只有墙上那些黑色藤蔓发着微弱的蓝光，勉强照亮脚下的路。地上散落着破碎的家具、发黄的报纸、生锈的铁管，角落里还有一具骸骨，穿着破旧的衣服。那是以前的人，没躲过融合体。你刚才说的代价是什么意思？冰箱里住着一个东西，时间的精灵，他靠吃时间能量活着，孤独了75年。他想要一个朋友，一个愿意永远陪他的人。所以要关闭冰箱，就得有人留下陪他。对，这是交易，一个人换所有人的平安。那当年是你留下了？不是我，是另一个宁缺。2023年的我，他选择了留下，让我这个复制品出来。你是复制品？对，真正的宁缺现在就在冰箱里，陪着精灵75年了。75年？那他还活着吗？活着，在时间裂缝里，时间不一样，外面75年，里面可能只过了几年，他还在等。等什么？等下一个愿意留下的人，等他可以离开。林默和未来宁缺躲在废弃建筑里，外面的风声像鬼哭狼嚎。未来宁缺拿出一块压缩饼干，掰了一半给林默，饼干硬得像石头，林默啃了一口，差点崩了牙。所以这个冰箱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未来宁缺靠在墙上，眼神飘向远方，像是在回忆很久以前的事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才缓缓开口。没人知道他从哪来，有人说他是外星科技掉进地球的时间裂缝里，有人说他是古代遗物，是某个失落文明的造物，还有人说是时间本身的具象化。但最可信的说法是，他来自另一个维度。另一个维度？对，一个我们理解不了的世界，就像2维生物理解不了3维一样。他不小心掉进了我们的时间线，被困住了。为了活下去，他开始吃时间能量。吃时间能量？时间还能吃？就像人吃饭一样，不吃会饿，饿了会死。时间能量就是他的食物，是这个宇宙的基本能量之一。每个人的生命、记忆、情感都是时间能量的一种形式，而复制品是他的零食。所以那些复制品是他制造的，用时间碎片做的。他无聊的时候吃一个，就像我们吃薯片，但他不懂对错，他只是个饥饿又孤独的孩子。这也太残忍了。残忍？你想过没有，如果把你一个人扔在陌生的世界，75年没人说话，你会变成什么样？你会不会也做出疯狂的事？林默沉默了，他想象了一下那种孤独，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，没有任何人可以交流，只有无尽的黑暗和时间。他打了个寒战。那他为什么不回去？回不去，他找不到回家的路。他试过无数次，每次打开时间通道，看到的都是不同的时间线，但没有一条是他的家，所以他绝望了，开
开始制造复制品陪自己玩，但复制品不是真人，陪不了他，所以他更孤独。那真正的宁缺，他陪着精灵。对，2023年的宁缺选择了留下，他用自己的记忆换了关闭冰箱的钥匙，然后走进了时间裂缝。我最后一次见到他，他笑着对我说：“替我去看看2023年的太阳。”他一定很勇敢。不，他很怂，但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勇敢。对了，我来这里是找白鹿的，他在哪儿？白鹿，他来了。对，他比我早来，72小时前，苏小棠让我来找他。他是从1998年来的时间碎片，只有72小时的生命。未来宁缺的脸色刷得白了，他猛地站起来，撞到了头顶的横梁。糟了，怎么了？你别吓我。他可能去了冰箱总部，那是所有融合体的大本营。如果他去了那里，会怎么样？会被融合，变成他们的一部分，再也回不来了。他的意识会被无数张脸淹没，最后连自己是谁都分不清。他会变成融合体，永远困在这里。那他在哪儿？怎么去救他？你疯了吗？那里太危险了，去了就是送死。我见过太多人去救别人，最后自己也被融合了。那些人的脸现在还贴在墙上，尖叫着，哭着。我答应了苏小棠要把他带回去，我不能食言。未来宁缺盯着他，眼神复杂。你和他是什么关系？朋友，他是我搬来后第一个跟我说话的人，他愿意等我回来。我从小在福利院长大，没人等过我，这是第一次有人等我。你和2023年的我一样傻。谢谢夸奖。那不是夸奖，那是诅咒。傻人总是要付出代价的。那我也认了。未来宁缺叹了口气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，是一个旧指南针，但指针不是指向北，而是在乱转。拿着这个，他能带你找到冰箱总部，跟着指针走，他会指向时间能量最密集的地方。白鹿如果还活着，也会在那里。林默接过指南针，指针疯狂旋转，然后慢慢稳定，指向东北方向。去吧，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。未来宁缺带着林默穿过一片废墟，来到一栋建筑前。建筑很眼熟，正是那栋老居民楼，但比现在破败得多。墙皮完全剥落，露出里面扭曲的钢筋，窗户全碎了，黑洞洞的像无数只眼睛。楼前的地面上散落着各种杂物，破衣服、烂鞋子、发黄的书籍、生锈的电器，还有几个骷髅穿着破旧的衣服躺在废墟里。这是我们住的那栋楼。对，无论在哪个时间线，这栋楼都是核心。2049年，这里是融合体的老巢。楼里传来奇怪的声音，像是无数个冰箱同时运转的嗡嗡声，又像是无数个人在低声说话，混杂在一起，听不清内容。有时是笑声，有时是哭声，有时是尖叫，还有金属刮擦的声音，让人牙酸。白鹿在里面。如果他还活着，就在里面。但你要记住，不要相信任何一张脸。任何一张脸？包括我，包括你自己。融合体会模仿任何人，他们最擅长的就是骗人。他们会变成你最熟悉的人，说最动听的话，让你放下戒心。等你靠近了，他们就会把你撕碎，融合进自己的身体。他指了指林默的手环，手环会帮你，真的会发光，假的不会。记住，只信发光的，如果不发光，哪怕长得和你妈一样，也别信。你呢？你的会发光吗？我是复制品，所以不会亮。你去吧，我在这里等你3天。如果你不出来，我就当你死了，然后我会进去找你，替你收尸。林默深吸一口气，走向那栋楼，楼门黑洞洞的，像一张张开的嘴。林默走进楼里，楼道里一片漆黑，只有墙上的黑色藤蔓发着微弱的蓝光。他打开手机手电筒，小心翼翼地往上走，楼梯吱呀作响，每走一步都像在报警。墙上贴满了发黄的纸条，上面写着各种字迹：救我，快跑，别进来。它是假的，有些纸条已经脱落，在地上堆成一堆。白鹿，白鹿你在吗？没有回应，只有嗡嗡声在回荡，越来越响。走到3楼，303室的门开着，里面透出微弱的蓝光。白鹿，房间里，一个人背对着他站在冰箱前，穿着白裙子，长发披肩，正是白鹿的背影。他一动不动，像一尊雕塑。白鹿，那个人转过身，是白鹿，但他的脸有些模糊，像隔着一层水雾，五官隐约可见，但边缘在微微颤动，像水中的倒影。林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救你啊！快跟我走！太好了，我正想离开这里，我等了好久，终于等到人来救我了。林默伸手去拉他，手环突然亮了，刺眼的红光像警报灯一样闪烁。等等，你是真的吗？那是什么？能分辨真假的手环。你……白鹿的脸开始扭曲，像融化的蜡烛，五官移位，皮肤融化，露出下面无数张脸，老人的、小孩的、男人的、女人的，密密麻麻挤在一起，每张脸都在尖叫，都在哭泣，都在挣扎。有些脸林默认识，是苏小棠，是宁缺，是钱桂花，还有他自己。被发现了吗？真可惜，我还想多玩一会儿呢。啊！假白鹿的身体炸开，化作一团黑雾，消散在空气中。地上只剩下一张纸片，上面写着复制品融合体编号0917。纸片很快也化成了灰。林默喘着气，靠在墙上，手还在抖，腿也软了。他活了24年，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。刚才那张脸太真实了，差点就信了。如果不是手环及时发光，他可能已经被那个假白鹿拖进融合体的大军里了。太真实了。他扶着墙，大口喘气，心跳快得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，汗水顺着脸颊流下来，滴在地上。他低头看手环，手环还在发着微弱的光，它是真的，他还活着。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：林默。林默猛地转身，看到另一个白鹿站在门口，他比刚才那个憔悴得多，衣服破了，脸上有伤，头发凌乱，
但眼神清澈，和照片里一模一样。她的裙子被撕破了几道口子，露出里面的伤口，有的还在渗血。你是真的？对，快走！我刚从一个融合体手里逃出来，他们追过来了。林默低头看手环，手环发着温暖的白光，稳定而柔和，不是刚才那种刺眼的红光，而是像月光一样温柔的白光。你在发光，你是真的？废话，快跟我来！他们有几百个，我躲了3天，差点被找到3次。他拉着林默往外跑。身后传来无数脚步声，整栋楼都在颤抖，像要塌，墙壁开裂，天花板掉下碎口，灰尘弥漫，呛得人睁不开眼。他们有多少？不知道，到处都是，整个楼里全是融合体，他们会变成任何人的样子，会模仿任何人的声音，我谁都不敢信。那你为什么信我？因为你的手环在发光，真的才会发光，假的不会。两人冲下楼梯，楼梯在摇晃，扶手断裂，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像潮水一样涌来。两人冲出303，往楼下跑。楼道里突然涌出无数个人影，从各个房间里走出来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全都面无表情，眼睛空洞。他们像潮水一样涌来，堵住了楼梯。这都是什么？融合体，他们感知到活人了。那些人影越来越多，从楼上楼下各个方向涌来，把楼梯堵得水泄不通。有的在笑，有的在哭，有的在尖叫，有的在喃喃自语。他们的脸在变换，有时候是熟悉的人，有时候是一团模糊。一个人影拦住去路，是林默自己，一模一样的衣服，一模一样的脸，一模一样的表情，连嘴角那颗痣都一样，连说话的声音都一样，连走路姿势都一样。他站在楼梯中间，张开双臂，像一堵墙。别走啊，留下来陪我，一个人多孤单。我就是你啊，你的复制品，你的另一个可能。你从小在福利院长大，没人要你，没人等你，留下来陪我不好吗？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，永远不分开。我可以陪你说话，陪你玩游戏，永远不离开。放屁，我才不是这样的。苏小棠在等我，他说过会等我，他是第一个愿意等我的人，他只是说说而已，谁会真的等你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没人要的孤儿，一个送外卖的穷鬼，谁会真的在乎你？你闭嘴！他抓起一块砖头，对着贾林默砸过去。贾林默尖叫一声，脸开始扭曲，五官移位，皮肤融化，露出下面无数张脸，老人的、小孩的、男人的、女人的，密密麻麻挤在一起，每张脸都在尖叫，都在哭泣，都在挣扎，然后化作黑雾消散。快跑！两人冲下楼，身后无数融合体追了上来，脚步声震天响，整栋楼都在颤抖，楼梯在摇晃，扶手断裂，墙皮簌簌往下掉，灰尘弥漫，呛得人睁不开眼。还有多远？快了，1楼，冲出去！他们跳过断裂的楼梯，躲过掉下来的碎石，穿过层层人影。林默的手被碎石划破，血顺着手臂流下来，但他顾不上疼，只知道往前跑。终于看到了楼门，看到了外面灰蒙蒙的天空。冲出楼门的那一刻，林默看到外面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未来的宁缺。他站在废墟中，手里拿着一根铁管当作武器，风衣被风吹起，猎猎作响，像一面旗帜。他的脸上带着决绝的表情，眼神坚定的让人心疼，但嘴角却挂着一丝释然的微笑。这边，快！两人冲过去，未来宁缺拉开一个井盖，露出下面的地道，地道口黑漆漆的，不知道通往哪里，有风从下面吹上来，带着潮湿的霉味和腐烂的气息。井盖很重，他费了很大力气才拉开，铁锈蹭了他一手，掌心都磨破了。下去，快！你呢？我挡住他们，我是复制品，死了也无所谓，反正我不是真的。可是你也是人啊，你有感情有记忆，你怎么能说自己不是真的？你救了我，你陪着我，你怎么可能是假的？没有可是，快走！记得告诉2023年的我，谢谢他让我活了这么久，让我知道做人的感觉，让我知道什么是朋友，什么是牵挂，什么是值得拼命的东西，让我知道复制品也有感情，也能爱人，也能为别人去死。我怎么告诉他？你见到他就说谢谢，他会懂的，他一直都懂。他把林默和白鹿推进地道，盖上井盖，上面传来打斗声和尖叫声，铁骨砸在什么东西上的声音，然后渐渐安静了，安静的可怕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但林默知道，那是宁缺用生命换来的安静。宁缺，他牺牲了自己。他为什么要这样？他只是复制品，他明明可以跑的。因为他是复制品，但他有真的感情，他把你当朋友，他不想看着你死。复制品最大的悲哀就是有了真感情，却注定要消失，但最大的幸运也是有了真感情，才知道自己活过。我一定会告诉2023年的他，一定会告诉他，他救了我。我们得快点走，这里不安全，融合体随时可能找到地道入口，他们嗅觉很灵，闻得到活人的味道。两人开始在地道里爬行，身后隐隐传来声音，不知道是融合体追来了，还是只是风声。地道里很黑，只有手机手电筒微弱的光照亮前方，光柱在黑暗中颤抖。林默的手在发抖，不知道是累的还是怕的。白鹿在前面爬，时不时回头看他一眼，确认他还跟着。地道很长，长得好像永远爬不到头，两边墙壁上偶尔能看到前人留下的刻字：救我，我不想死，妈妈。触目惊心。这些人都是以前躲进来的。对，都死了，希望我们能活着出去。地道里一片漆黑，林默打开手机手电筒，勉强照亮前方的路。地道很窄，
两边是粗糙的土墙，头顶是生锈的铁板，铁板上锈迹斑斑，有些地方还渗着水，滴在脸上冰凉刺骨，带着一股铁锈的腥味。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，还有老鼠爬过的痕迹。偶尔有水滴从头顶滴下来，在地上汇成小水洼，水洼里漂浮着不明的絮状物，地上有小动物的骸骨，不知道是老鼠还是什么，骨头散落一地，有的已经被踩碎，露出白色的骨茬。这是哪儿？时间裂缝，2049年的地下有很多这样的通道，是以前的人挖的，为了躲避融合体，他们在这里藏了很久，但最后还是被找到了。你看这些骸骨，就是他们留下的，有的死了几十年了。他们都死了。对，融合体闻得到活人的气息，无论藏在哪里，最后都会被找到。他们像猎狗一样，嗅觉特别灵敏，而且永远不会累，所以我也只能躲3天，不能再多了。3天是极限，超过3天，他们一定会找到你。我们怎么回去？往前走，裂缝的尽头有一个冰箱，那是回去的通道。只有冰箱能穿越时间线，这些通道都是前人挖的，但回去的路只有那一个，冰箱是唯一的门。两人走了不知道多久，手脚都磨破了，膝盖也疼得厉害。白鹿时不时回头鼓励林默，他的身体在发光，忽明忽暗，像随时会消散。你还好吗？我还好，我是时间碎片，不会累，但你得快点，你的时间不多了，你的72小时也在走，已经过去1大半了。终于看到前方有亮光，蓝色的光芒和冰箱里的光一样，那光芒忽明忽暗，像在呼吸，像在召唤他们。光越来越亮，越来越近，带着熟悉的温度。到了，我看到光了。走出地道，是一个地下空间，不大，也就10几平米，中间放着一个冰箱，和楼上的一模一样，但更旧，漆面全掉了，锈迹斑斑，门上还有几个凹痕，像是被什么东西砸过。冰箱门半开着，里面透出熟悉的蓝光，温暖而柔和，和地狱般的2049年形成鲜明对比。就是这个。对，我们进去就能回去。那你呢？你跟我一起回去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已经不是真正的白鹿了，我只是他的时间碎片。真正的白鹿1998年就死了，这3天是我偷来的时间，能活着已经是奇迹。但你救了我，你是真的，你有记忆有感情，你会害怕，会担心，这怎么可能是假的？你比那些融合体真实1万倍。谢谢你，谢谢你愿意信我，你是第一个愿意信我的人。宁缺信过我，苏小棠信过我，现在你也信我，够了，真的够了。两人正要进冰箱，身后传来声音：别走！转身一看，又一个白鹿站在地道口，然后是第2个、第3个，无数个白鹿涌了出来，密密麻麻，挤满了整个空间。有的笑，有的哭，有的面无表情，有的穿着白裙子，有的穿着碎花裙，有的穿着睡衣。他们的脸在变换，有时候是白鹿，有时候是别人，有时候是一团模糊，无数张脸重叠在一起。不好，他们追来了！这么多，都是我的复制品，冰箱复制了我无数次，每次我穿越都会留下时间碎片，这些碎片都被他们吃了，他们用我的脸变成我的样子。无数个白鹿伸出手，向林默和真白鹿抓来，无数个白鹿围上来，有的笑，有的哭，有的面无表情，他们的脸在变换，有时候是白鹿，有时候是别人，有时候是一团模糊，整个空间里全是人，挤得水泄不通，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。那些手从4面8方伸过来，抓住林默的衣服，抓住白鹿的裙子。你的手环还亮着，你是真的？快进去，我挡住他们。不行，你跟我一起走，我不能扔下你。我走不了了，我的时间到了。他低头看自己的手，正在变淡，像雾气一样散开，从指尖开始，一点一点变得透明，像水中的墨迹，像晨雾中的影子，像阳光下蒸发的露水。他的身体在发光，越来越亮，那是消散前的最后光芒。我是时间碎片，只能存在72小时，时间到了，我就会消失。但没关系，我已经找到了真相。什么真相？告诉桂花，那场火灾不是她前夫一个人干的，还有别人，还有另一个钱桂花。1998年有2个钱桂花，一个是真的，一个是复制品。放火的是那个复制品，真正的桂花什么都不知道。什么？复制品放的火？对，那个复制品想取代他，想占有他的生活，他制造了火灾，想毁掉一切证据，但他没想到冰箱保护了真正的我，我的记忆留下来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说？我刚知道，在冰箱总部，我看到了一切，那个复制品还在1998年，他还在。他的声音越来越弱，身体越来越淡，他用力推了林默一把，把他推进冰箱，蓝光吞没了林默。最后一刻，他看到无数个白鹿涌上来，包围了那个正在消散的真白鹿。真白鹿在笑，像1998年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一样，笑得那么温柔，那么干净，那么美好。他的嘴唇在动，像是在说再见。林默伸出手想抓住他，但抓了个空。蓝光越来越强，吞没了一切。2024年304房间，倒计时还剩最后1分钟。苏小棠盯着冰箱门上的数字，手心全是汗，数字在跳动，59、58、57、56，每跳一下，他的心跳就加速1分。他从来没觉得1分钟这么长过，
长到好像过了1个世纪。苏小棠在房间里来回踱步，脚步急促而凌乱。她时不时看一眼冰箱，又看一眼墙上的钟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快点啊，求你了，快点回来！”她想起林默临走时的眼神，那眼神里有恐惧，但更多的是坚定。他说我等你的时候，嘴角还带着笑。那是他第一次有人对他说等你。他从来没有等过任何人，也从来没有人等过他。从小父母离异，各自组建新家庭，他像个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。后来一个人住，写小说，和虚构的人物做朋友。现在终于有一个人，他愿意等，也愿意等他。倒计时还剩30秒，苏小棠冲到冰箱前，双手按住冰箱门，仿佛这样就能感受到里面的动静。他把耳朵贴上去，只听到嗡嗡的制冷声，什么也没有。他开始大声喊：“林默，你答应过要回来的，你不能骗我！我好不容易有个朋友，你不能死！你要是死了，我就再也不写小说了，我就天天吃泡面，吃到胃穿孔。”倒计时还剩10秒，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冰箱门突然打开，一股冷气夹杂着说不清的气味扑面而来。林默从里面摔了出来，整个人像一袋水泥一样砸在地上。他浑身是土，衣服破成一条一条的，脸上全是泪痕和灰，还有几道血口子。他趴在地上，大口喘气，胸膛剧烈起伏，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。林默，他冲过去想扶他起来，却发现他手上全是血，膝盖也磨破了，露出里面鲜红的肉，衣服上还有几个破洞，能看见里面红肿的伤口。他的眼睛通红，不知道是哭的还是被烟熏的，眼角还有未干的泪痕。你受伤了，我去拿药箱。别走，让我喘口气，差一点就回不来了。苏小棠蹲下来看着他，他的眼神空洞，像还没从那个世界回过神来。他不知道他在2049年经历了什么，但一定非常可怕。白鹿呢？林默的身体僵了一下，然后缓缓抬起头看着他，他的嘴唇动了动，却没有发出声音。沉默了很久，他才艰难地开口：“他没能回来。”苏小棠愣住，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看着林默的眼泪又流下来，混着脸上的灰，变成一道一道的泥痕。怎么回事？它是时间碎片，只能存在72小时，时间到了它就会消失。他为了救我，挡住了那些融合体，最后还在笑，说够了，有人信他就够了。苏小棠的眼眶也红了，她想起那个温柔的女孩，站在1998年的窗前，笑着说也许你能改变什么。现在她真的改变了什么，却再也回不来了。林默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，一张发黄的纸条，边角已经破了，他递给苏小棠，他最后留给我的。苏小棠接过纸条，上面只有一行字：告诉桂花姐姐爱她。别了，白鹿。两人沉默了，房间里只有冰箱的嗡嗡声和窗外偶尔传来的风声。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在地板上投下金色的光斑，和25年前一模一样。一切看起来那么平静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，但他们知道一切都变了。我们得去找桂姨。林默点点头，挣扎着站起来，他的手还在抖，腿也软，但眼神已经恢复了坚定。林默在苏小棠的搀扶下，一瘸一拐地走向501。他身上的伤口还在疼，但比起心里的痛，这点疼算不了什么。他必须尽快把真相告诉钱桂花，那个背负了25年罪孽的女人。楼梯很窄，光线很暗，声控灯时亮时灭。他们走得很慢，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。林默的手扶着墙，墙上斑驳的痕迹像岁月的皱纹。你确定要现在去？你的伤……现在多等1分钟，他就要多受1分钟的折磨。到了501门口，林默深吸一口气，敲了3下门，里面没有动静。他又敲了3下，这次更用力，门开了。钱桂花站在门口，穿着家常的衣服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但眼睛红肿，显然刚刚哭过。她手里拿着一个相框，里面是她和白鹿的合影。两个女孩站在老楼前，一个17、18岁，一个7、8岁，笑得那么灿烂。相框的边缘已经被摸得发亮，那是25年来无数次的抚摸留下的痕迹。钱桂花看到他们，愣了一下。她看到林默满身的伤，看到苏小棠红着眼眶，脸色变了。你们找到我姐了？林默看着她，点了点头。他的喉咙发紧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他在哪儿？他没能回来，他是时间碎片，只能存在72小时，时间到了，他就消失了。钱桂花慢慢退后2步，靠在墙上，手里的相框差点掉下来，她赶紧抱住，像抱住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。她的嘴唇在抖，眼睛里的泪水夺眶而出。我知道，我早就知道，我梦见过很多次，我梦见它在发光，越来越淡，最后消失了。每次醒来，枕头都是湿的。25年来，我做了无数个这样的梦，有时候1个月好几次。苏小棠扶住他，把他带到沙发边坐下。钱桂花抱着相框，像抱着婴儿一样，眼泪滴在玻璃上，模糊了照片里的笑脸。林默在他对面坐下，看着他，他有很多话要说，但不知道从何说起。最后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开口了：桂姨，他让我告诉你，那场火灾不是钱大彪一个人干的，还有另一个你，复制品。钱桂花猛地抬头，眼睛里满是震惊。另一个我？对，1998年有2个钱桂花，一个是真的，一个是复制品。放火的是那个复制品，真正的你什么都不知道，那个复制品想取代你，
想占有你的生活。钱桂花的嘴张了张，却发不出声音。她的脑子里一片混乱，无数记忆碎片涌上来，那些年偶尔的失忆，那些突然出现在别的地方的经历，那些莫名其妙的恍惚。她一直以为是太累了，是压力太大，现在一切都有了答案。怪不得有时候我会突然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，怪不得有一次邻居说我半夜在外面游荡，原来那不是我自己。白露让我告诉你，别自责，那不是你的错。他爱你，一直都爱。他在最后时刻还在念着你。他说：“告诉桂花，姐姐爱她。”钱桂花捂着脸痛哭起来，哭声撕心裂肺，像积蓄了25年的洪水，终于决堤。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肩膀剧烈的抖动。苏小棠抱住她，轻轻拍着她的背，自己的眼泪也流了下来。房间里只有哭声和窗外偶尔传来的鸟叫。阳光照进来，照在3个人身上，照在那个相框上。照片里的2个女孩还在笑着，永远年轻。钱桂花哭了很久，久到窗外的阳光从斜照变成了直射，又变成了斜照。她的哭声渐渐变小，变成抽泣，最后只剩下偶尔的哽咽。苏小棠一直抱着她，没有松手。林默坐在对面，静静地看着他们。终于，钱桂花抬起头，用袖子擦了擦脸。她的眼睛肿得像核桃，脸上全是泪痕，但眼神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光。那是25年来第一次，她不用再背着那个沉重的包袱。谢谢你，谢谢你们，告诉我真相。应该的，白露救了我，这是我唯一能报答她的。钱桂花看着手里的相框，手指轻轻抚过玻璃上白露的脸，她的动作很轻，像怕弄疼照片里的人。我姐从小就照顾我，我妈走得早，我爸不管我们，是他把我带大的。他那时候也才10几岁，却要打工供我读书。我记得有一年冬天，他把棉袄给了我，自己穿着单薄的衣服去上班，冻得直哆嗦。我问他冷不冷，他说不冷，还笑着摸我的头。他顿了顿，又继续说：后来我长大了，嫁了人，生了孩子，我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，可谁知道会出那样的事。火灾那天，我在学校住读，接到消息赶回来，楼已经烧完了。他们说我姐没逃出来，尸体都烧焦了，我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。这些年，你一直以为是自己害死了他。我以为是我前夫放的，可他死了，死前说他后悔了，我以为是他做的。可现在你们说，还有另一个我，那个复制品，他用我的脸做了那些事。白露说，那个复制品想取代你，想占有你的生活。他制造火灾是想毁掉一切证据，但他没想到冰箱保护了白露的记忆。那个复制品它在哪儿？不知道，可能还在1998年，也可能消失了。白露没说清楚。钱桂花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慢慢站起来。她走到柜子前，从里面拿出一个旧盒子，盒子是木头的，边角已经磨损，上面刻着一朵小花。这是我姐留给我的，她说如果有一天她不在了，让我打开。她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叠发黄的信，用红绳捆着，最上面的一封字迹娟秀，写着给桂花。钱桂花抽出那封信，展开，信纸已经脆了，一碰就掉渣。她轻声念起来：桂花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姐姐可能已经不在了，但别难过，姐姐永远爱你。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是你的错，你要好好活着，替姐姐看看这个世界。姐姐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有你这么个妹妹，白露。钱桂花的眼泪又流下来，但这次她笑了。她早就知道了，她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。林默和苏小棠对视一眼，没有说话。房间里很安静，只有风吹动窗帘的声音。窗外的阳光照进来，照在那个旧盒子上，照在那些发黄的信上，温暖而明亮。3天后，林默站在303的冰箱前，手里拿着那张发黄的纸条。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在地板上投下金色的光斑，和25年前一模一样。他已经在冰箱前站了10分钟，一动不动。苏小棠坐在床上，抱着膝盖，看着他的背影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。他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在想那个只存在了72小时的女孩。你说她现在在哪儿？不知道，可能哪儿都不在，也可能无处不在。时间碎片消散之后，会变成时间的一部分。它可能就在我们身边，在风里，在阳光里，在冰箱的嗡嗡声里。那他还能感觉到我们吗？不知道，但我觉得能。记忆也是一种能量，不会消失。就像你的小说，就像我的小说，就像那些纸条，它们都是记忆的载体。林默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伸手摸了摸冰箱门，冰凉的触感让他清醒了一点。他想起第一次见到白露的情景，他站在1998年的窗前，阳光照在他身上，像个天使。他笑着说：“你真有意思。”他给他端来一杯水，他温柔地说：“也许你能改变什么。”他说：“有人信他就够了。”什么？他消失之前说的。他说：“宁缺信过他，你信过他，我也信他，够了。”冰箱突然发出一声轻响，很轻，像是什么东西落在了里面。林默愣了一下，拉开冰箱门，里面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没有，但冷冻层的门上贴着一张纸条。他拿起来，
纸条是发黄的，但字迹很新，还是那个娟秀的笔迹。冰箱送给下一个需要奇迹的人。P.S. 谢谢你，林墨、白露。林墨愣住，手指抚过那几个字，他们好像还带着温度，带着那个女孩最后的温柔。他还记得你。他会一直记得我，就像我会一直记得他。有些人哪怕只见过一面，也值得记一辈子。对，就像我小说里写的，真正的消失不是死亡，是被遗忘。只要还有人记得，他就永远活着。林墨把纸条叠好，放进口袋里，和之前那张放在一起。2张纸条，一个来自过去，一个来自未来，都写着同一个名字。窗外阳光正好，冰箱静静地立在墙角，像个沉默的老人，守护着时间的秘密。偶尔会发出嗡嗡声，但再也没有蓝光。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，或者只是在等待下一个需要奇迹的人。1个月后，林墨没有搬走，他继续住在303，白天出去送外卖，晚上回来和苏小棠聊天，2个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林墨找到了一份送外卖的工作，是某团平台的骑手。他买了一辆2手电动车，花了800块，车身上还有几道划痕，但跑起来挺稳。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，爬不完的楼梯，按不完的门铃，见不完的陌生人。有时候会遇到难缠的客户，有时候会下雨，有时候会摔倒，但他觉得比以前在福利院的时候好多了，至少有人等他回家，至少他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。苏小棠的小说已经写了50多集，在网上小火了一把，评论区天天有人催更，有人还说要改编成网剧。他高兴得请林墨吃了3天的麻辣烫，吃到林墨看见麻辣烫就想吐。他的笔名糖醋排骨也火了，开始有出版社找他出书，开出的版税还挺可观。这天晚上，2人在304吃饭，苏小棠煮了火锅，电磁炉咕嘟咕嘟冒着热气，香味飘满了整个房间。林墨夹起一片肥牛，在锅里涮了涮，蘸了蘸料，塞进嘴里。你的小说写得怎么样了？还行，写到第54集了。我把它改编成了小说，发在网上了。有人看，还有人评论说我写的真实。给我看看。林墨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打开一个网页，递给他。苏小棠接过来，一边吃一边看。冰箱里的第25小时，这名字不错，比我取的强。我那个社恐写手异闻录太土了，像个3流网文。致敬你的，没有你就没有这个故事，是你带我走上这条路的。不用致敬我，是你自己写的，是你自己经历的，我只是个旁观者。你不是旁观者，你是参与者。没有你，我可能早就放弃了。你愿意等我回来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苏小棠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他拿起啤酒和林墨碰了一下。好，那就祝我们都好好活着。写完这个故事，写下一个故事。好。窗外月光如水，冰箱静静地立在墙角，偶尔发出嗡嗡声，一切都那么平静，那么正常。但他们知道，这只是暴风雨之间的宁静。那个冰箱还在等着下一个需要奇迹的人。又过了几天，钱桂花来敲门，她穿着整齐的衣服，头发染黑了，烫了卷，看起来精神了不少，脸上的皱纹似乎都舒展了，眼睛里有了光。她还涂了口红，淡粉色的，衬得气色很好。林墨开门，看到她拎着一个大行李箱站在门口。桂姨，小苏在吗？苏小棠从304走出来，看到钱桂花，愣了一下。在，桂姨，您这是？我要走了，这栋楼就交给你们了。你要去哪儿？去南方，找个暖和的地方养老。这栋楼太多回忆了，我待不下去。每天看到那个冰箱，我就想起我姐。现在知道不是我的错，我终于可以放下了，可以睡个好觉了。那冰箱呢？就留在这儿。留着，他还会选人的。下一个租客可能就是新的钥匙。这冰箱啊，比人活得久。我爷爷在的时候他就在，现在我走了，他还在。还会有人来租？会的，200块的房子永远有人租。这城市里永远不缺走投无路的人，就像当年的你，就像当年的宁缺，就像当年的我，都会有人来的。他顿了顿，看着他们，眼神里有一丝不舍。你们俩要好好的，这楼里就剩你们了，互相照应着点。桂姨，你也保重，到了那边给我们打个电话。好。他转过身，拎起行李箱，一步一步走下楼梯。行李箱的轮子在楼梯上咕噜咕噜响，声音越来越远，最后消失在楼道尽头。林墨和苏小棠站在走廊里，看着那个方向，久久没有说话。他走了。你说他会在那边过得好吗？会的，他放下了就能过得好。他们回到房间，关上门。窗外阳光照进来，照在那个冰箱上。冰箱静静地立着，像个沉默的守卫。他见证了多少人的来来去去，见证了多少悲欢离合，却从不说话。钱桂花走了，老楼安静了几天，楼道里空荡荡的，只有偶尔的风声和鸟叫。林墨每天早出晚归送外卖，苏小棠窝在房间里写小说，日子过得平静如水。然后新的租客来了。那天下午，林墨刚送完1单回来，把电动车停在楼下。他抬头看到一辆面包车停在路边，车门开着，一个年轻女人正在往下搬行李，旁边站着一个7、8岁的小女孩，扎着马尾辫，穿着粉色的裙子，眼睛大大的，充满好奇。
妈妈，我们住几楼？3楼303。妈妈小时候就住这儿。真的吗？妈妈，你小时候住这儿？对，那时候妈妈刚毕业，在这里住了好几年。那时候这个楼还没这么破，楼下还有个小卖部，老吴爷爷还在，他总给我留辣条，5分钱一根。那个冰箱还在吗？哪个冰箱？就是那个老冰箱啊，你跟我说过的会发光的那个。你小时候经常跟我讲他的故事，你说他会说话，会带人去别的地方。可能在吧，妈妈很久没回来了，那都是20多年前的事了。那时候妈妈跟你一样大。我想看看。好，一会儿让你看。先把行李搬上去。林默站在不远处，听着他们的对话，心里咯噔一下。他快步上楼，敲开304的门。苏小棠，新的租客来了。苏小棠从电脑前抬起头。什么？303新租客，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女孩。那小女孩好像知道冰箱的事。苏小棠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往下看。小女孩正在院子里跑来跑去，追着一只蝴蝶，笑声清脆的像银铃。阳光照在她身上，像镀了一层金边。又来了！什么？新的循环，冰箱又选中了人。小女孩和妈妈把行李搬进303，房间和林默刚来时一样，只是更旧了，墙皮有些剥落，但家具还在。那个老冰箱静静地立在墙角，漆面斑驳，锈迹更多了，门上还有几道划痕，不知道是谁留下的。哇，这个冰箱好旧啊，比我奶奶家的还旧。是老房东留下的，还能用。妈妈以前就用这个冰箱，夏天冻冰棍吃，那时候还没空调，全靠它。你姥姥总说它制冷好，比新冰箱都强。我可以打开看看吗？可以啊，应该空的。小女孩拉开冰箱门，冷气扑面而来，里面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没有。但冷冻层里有一张发黄的纸条，卡在缝隙里，露出一角。纸条边角卷起，纸质脆脆的，好像一碰就会碎。妈妈，这是什么？妈妈走过来看了一眼，可能是以前的租客留下的，扔了吧。等等，上面有字。她小心地伸手进去，把纸条拿出来。纸条很薄，像一碰就会破。她小心翼翼地展开，小声念出来。如果你看到这个，请帮我告诉2049年的我，别信那个冰箱，它会复制人。还有，小心钱桂花，他不是你以为的那个人。哎路！她抬起头看着妈妈。妈妈，2049年是什么时候？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。别管这些，快收拾东西，我们还有很多箱子要搬。哦。小女孩点点头，把纸条叠好，放进口袋里。她没有注意到冰箱的门缝里有微弱的蓝光闪烁了一下，像在眨眼睛，像在微笑，像在说欢迎回来。冰箱先生，你好呀。冰箱沉默着，但蓝光又闪了一下，那光芒很微弱，一闪即逝，但确实存在。隔壁304的窗户后面，苏小棠和林默看着这一切。他看到了，纸条还在，循环真的开始了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小女孩在楼里跑来跑去，和当年的白鹿一样活泼。她经常在走廊里唱歌，声音清脆，像百灵鸟。她会在楼下和小朋友玩游戏，会帮妈妈去小卖部买东西。她会在楼道里跑来跑去，脚步声咚咚响，整栋楼都能听到。有时候她会站在303门口，盯着那扇门发呆；有时候她会贴着门听里面的声音，但什么也听不到；有时候她会自言自语，像在和谁说话。她口袋里那张纸条，她每天都带着，时不时拿出来看一看。林默送外卖回来，经常能在楼道里碰到她。小女孩不怕生，每次看到她都笑着打招呼：“叔叔好。”你好。苏小棠偶尔出门倒垃圾也会碰到她，小女孩总是好奇地看着她，问她是不是写小说的。苏小棠社恐发作，只能尬笑着点头。这天晚上，林默和苏小棠在304吃饭，窗外传来小女孩的歌声，是儿歌《小星星》。她叫什么？不知道，还没问。要不要主动去找她？不用，她会来的。等冰箱开始说话，她就会来，就像当年的你一样。到时候她会害怕，会需要有人告诉她该怎么办。你确定？我确定，因为这是循环。循环的意思就是一切都会重复。白鹿、宁缺，你现在是他，每个人都会走同样的路，逃不掉的。林默沉默了，他想起自己第一次见到纸条时的恐惧，想起穿越到2049年的绝望，想起白鹿消失时的悲伤。现在这一切都要在另一个小女孩身上重演。我们能做什么？等着，陪着，等她需要的时候，告诉她真相，告诉她别怕，有人经历过，告诉她白鹿的故事，告诉她那个冰箱其实是个孤独的老人，想要一个朋友。窗外月光如水，冰箱在303的角落里沉默着，但林默知道他只是在等合适的时机，等第25个小时，等那个小女孩准备好。冰箱从来不急，他有无限的时间。新的故事开始了。小女孩消失在冰箱里，去了1998年，去了那个白鹿等了她26年的世界。她会遇到什么？会经历怎样的冒险？会像林默一样
九死一生的回来吗？没有人知道。林默和苏小棠站在303的窗前，看着窗外的月光，月亮又大又圆，照在老楼上，照在那个沉默的冰箱上。冰箱静静地立着，像个忠实的守卫，守护着时间的秘密。说他会回来吗？会的，一定会，因为这是循环。循环的意思是每个人都会走同样的路，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。白鹿回来了，宁缺回来了，你回来了，他也会回来。可白鹿没能回来，他是时间碎片不一样，他是真正的白鹿留下的记忆，本来就不该存在。可这个小女孩，她是真实的人，她会回来的。林默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点点头。等他回来，我们告诉他真相，告诉他那个冰箱的秘密，告诉他要小心什么，告诉他怎么选择。然后呢？然后让他自己选，这是他的人生，他的冒险，我们只能陪着。对，我们只能陪着。窗外月光如水，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，不知开往哪里。风吹动窗帘，窗帘像波浪一样起伏，冰箱嗡嗡作响，像在低语，像在诉说。而那个愿意留下来的人，还在时间的尽头，等着下一个愿意陪他说话的人。他是宁缺，是2023年那个怂包博主，也是2049年那个孤独的守门人。他用自己的记忆换来了所有人的平安，然后在时间裂缝里陪着那个同样孤独的经历。时间会重复，故事会重来，但只要还有人记得，那些在时间里迷失的人，就永远不会真正消失。白鹿不会，宁缺不会，所有爱过、痛过、勇敢过的人，都会活在记忆里，活在故事里，活在那张发黄的纸条里。冰箱里的第25小时，永远在等，等待下一个需要奇迹的人，等待下一个愿意相信的人，等待下一个愿意留下来的人。